小王八蛋，命还挺硬，居然还没死呢！父亲，别，这声爹我可不敢应。老子英明一世，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要不是我压着宗门众人护你，你这混账东西，早被人切片熬油了。好家伙，就生日许愿出门撞大运，直接被印着大运的重卡撞飞，这许愿法术也太灵了。天苍大陆，青云宗少宗主秦树，灵气3重垫底，宗门公认混吃等死的废柴仙2代。前几日偷看大长老闺女洗澡，当场被抓，活活挨了一顿暴打，直接重伤躺尸。偷看洗澡，原主你可真是个人才，作死第1名。我和宗门长老已经商议定了，3天后宗门大比重新遴选少宗主。你做了这么多年的位子，保不住了。直接给我废了！我这刚穿越睁眼，屁股还没坐热，少宗主的位子直接飞了。不就一个虚名而已，没了就没了，有老子在，饿不着你。回头我多取2房，再生几个争气的，撑起宗门就行。娶后妈，合着这是嫌我这号练废了，准备重开个小号？位子没了，老爹再开个小号生一个，往后哪还有我好日子过？大哥，这可是我本人啊！这声音，树有成不骗我。筒子这玩意儿，果然总在最危急的关头降临。鹅场充值无敌系统绑定成功，宿主可用灵石或蕴含能量的异宝充值，在商城中交易万物。筒子救我！修为功法沾弩灵宠坐骑，大地境的仆人仙人，只要你有灵石，都能给你抓来。前凸后翘、乖巧听话的兽耳萝莉，100下品灵石，吃苦耐劳、不要工资、连续加班的打工人，1枚下品灵石就够。这系统怎么比我还懂人性？还有这大地境仆人，筒子，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丁，只要宿主有灵石，仙人都能给你抓来。他好狂，我好喜欢。筒子，全给我冲了！能换多少修为？丁，折合中品灵石27300，花费25890，可兑换至玄丹境6重，是否兑换？换，往死里生！丁，兑换成功，因宿主首次充值，赠首充大礼包：人族至强战体荒古圣体，此血脉肉壳无双，体质大成后可叫北大帝。先为宿主融合，以封闭方圆1里，以防异象外泄。荒古圣体，玄丹6重，这肉身，这血气也太猛了吧！我操，这护殿大阵可是能扛住灵婴境一击的。我一记随手平 A， 连灵技都没使，就给砸穿了。这肉身恐怕同境的太古凶兽都撞不过我。丁，宿主别激动，有灵石还能更强，所以骚年赚钱去吧。短短片刻，我就从灵气3重的小渣渣一跃成了玄丹6重。比宗门不少内门长老都强了，只是修为只是战力的一环，神通、瞳术、战弩、遮掩气息的宝物，样样都得砸灵石。可我这20年家当，刚一次清空，如今穷得叮当响。当务之急，先把少宗主的位子抢回来。宗门的资源，可比我那点家底厚多了。3天后大比夺了第1，不光能拿回少主，还有1万灵石的奖金。这波羊毛我薅定了。我倒要看看我夺第1那会儿，你们脸上是什么表情。听说没？宗门突然办大比，是要重选少宗主。活该，让他偷看柳师姐洗澡，不切了他都算宗主手软。宗主，这大比的结果怕是没什么悬念喽。青青那丫头，无论天赋品行，可比你家那混小子适合当继承人多了。既然无人再挑战，就宣布结果吧。既然如此，本长老宣布。慢着，该我装逼，呸，该我出手了。秦树，前少宗主，他不会是想上擂台吧？就他灵气3重，我1只手都能虐。这小王八蛋的修为，玄丹境6重，3天前他还是灵气3重，这怎么可能？好小子，藏得比谁都深。秦秀，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不想给宗主丢脸，就滚下去！
偷看的又不是我，是几天前那个我。听说大比第一有1万中品灵石，很不巧，少公主我想当，灵石我也想要。不可能，幻觉，都是幻觉！这拿错剧本了吧？他不是只有灵气3重吗？这还是我一只手都能虐的那个废物吗？玄丹境6重，这怎么可能？别发呆，出手吧！你打下去，我还得去领灵石呢。狂妄！我不知你用了什么邪法撑起这修为，但别以为凭外力就能赢我！不可能！这是神通！柳师姐竟领悟了神通！神通，画架子，光武圣人气血常开，给我碎！你输了。辛苦领悟的神通被徒手撕碎了，这哪是人，分明是只人形禽兽！什么深藏不露？我看少公主是把咱全宗门都骗了。那么现在，我当少宗主，谁赞成，谁反对？诸位长老，寿儿继续当着少宗主，没意见吧？小混蛋，1万中品灵石拿好，往后离我家清晨远点，不然老夫切了你！1万灵石到手，回头再去老爹那儿哭个穷，讹他个180万，今天这波稳赚不亏。宗主，不好了！紫炎宗的长老带着少主打上咱山门了，还摆下擂台，扬言要挑翻青云宗年轻一代所有人。元州3大宗门，青云、紫炎、黑煞谷，向来3足鼎立，谁也不服谁。紫炎宗竟把擂台摆到我家门口了，也好，我的移动提款罐这就自己送上门了。你真是禽兽！我儿子神念扫了，阵法查了，没被哪个老怪物夺舍，啥都没查出来吧？父亲，您还不信？好小子，不愧是我儿子！老子打小就知道你有出息，以后修炼缺什么，尽管开口，老爹都给你弄来。那正好，我要灵石，随便给个100几十万中品灵石就行。刚才风大，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100万？别人是狮子大开口，到你这儿直接4脚吞金兽了。父亲，宗门不是说要大力培养吗？5000上品灵石，宗门出2000，剩下3000老子自掏腰包，拿着滚去闭关，1年内给我突破灵婴境。5000上品灵石换成中品，那就是50万。我不过想恶心他一下，没想到真给，谢老爹投资。闭关，闭个坤坤。筒子，开商城。修为只是战力的一部分，神通瞳术术也得配齐。破放瞳术能看穿阵法修为，甚至衣物。郑重声明，我买它绝不是为了偷窥，纯粹是为了当老六。买它。破望看得清，缩地跑得快，虎炮龙拳打得狠，这一套配齐才叫全面发展。剩下的全换修为。灵婴境7重，成了，可以去会会紫炎宗那帮家伙了。少宗主，紫炎宗和柳师姐打起来了，柳师姐已落下风，大长老请您速去。柳青青，你青云宗堂堂3宗之一，连个能打的男人都没了。不如乖乖嫁入我紫炎宗，本少送你一座中品灵脉做聘礼，如何？灵脉我可以做主收下，但让她嫁人就不必了。是少宗主来了！我当是谁口气这么大？原来是你这个人尽皆知的废物。玄丹境9重，难怪这么嚣张。你刚说拿一条中品灵脉做赌注。怎么，废物也想替他出头？你要敢打，赢了青云宗得1条灵脉，输了就割1条灵脉给我紫炎宗。你敢赌？好，我答应。口说无凭，先立字据，免得你紫炎宗待会儿赖账。按手印。
秦叔，他可是玄丹9重，你拿宗门灵脉做赌注，是不是太……无妨，我自有分寸。你退下吧，别影响我发财。既然秦少宗主如此慷慨，少主就陪他玩玩，把字签了，送上门的灵脉不要白不要。好，本少让你先出招。大逼斗之术！这诗巴巴说了半天，早把老子惹毛了。这一巴掌算是把气撒匀了。打完收工，爽！我操，少宗主好猛！秦少，我要嘎了你！聒噪，连话都说不清，还学人当反派。这是什么力量？你不是废物吗？畜生！擂台切磋，你竟敢下如此杀手！今日本座就替青云宗好好管教管教你！放肆！吴阳，注意你的言辞！我青云宗的少宗主，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管教！你们好，很好。这老东西眼里的杀机都快溢出来了，他甚至在盼着我先动手，好名正言顺的出手。也罢，今天先你记一笔，我这人记性好得很。对了，走之前提醒一句，你们还欠我一条中品灵脉，3日之内交将清楚，别赖账。这是把我记恨上了。真要找死，我不介意连你带整个紫炎宗一起送进那杆破幡里做兄弟。万魂幡，杀1万条生灵才能出炼的邪气。修炼不努力，万魂幡里做兄弟。百里岩一个堂堂宗门少主，怎么会热衷犯了大忌的东西？莫非紫炎宗背地里还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1万条冤魂，紫炎宗一个玄州正道大宗，竟私练这等邪物，看来这背后水深着呢。这笔账先给你们记下。聪子，界里这些东西全给我换成上品灵石。丁，系统扫描中，折合2300上品灵石已入账。2300上品灵石，这败家玩意儿身上油水倒不少。百里岩，多谢你大老远给我送经验来。好，全换修为。神功境1重，以我这具荒古圣体，便是撞上神功境巅峰，也未必不能一战。少宗主，紫炎宗来人了，宗主请您即刻去议事殿。这么快？我要的可是3天，看来这灵脉紫炎宗教的没那么痛快。见过父亲，诸位长老。秀儿，你的修为神功境，前日是玄丹，今日竟成了神功。我等年轻时哪个不是天才？苦修数百年才到神功。他从断奶到现在不过20年。坏了，又忘了先兑个遮掩气息的宝物。这修为一天一个样，再涨下去，我自己都圆不回来了。罢了，先说正事。紫炎宗刚来人，说要1个月后才准我们去流云山脉接那条灵脉，理由是撤离矿炉需要时间。1个月？哼，怕是到时候留给我们的就只剩一条被挖空的废脉了。不错，傻子都看得出他们在拖延。寿儿，你与大长老、二长老即刻启程，直接把灵脉给我拘回来。紫炎宗之人敢拦，当场镇压。父亲放心，别说拘一条灵脉，真惹急了我，把紫炎宗的家底一并搬回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这小子口气比宗主还大，偏偏我竟还真信他办得到。行，寿儿，你们速去速回。事不宜迟，即刻动身。老祖宗，秦无敌求见。寿儿之事，还请老祖示下。灵脉就在下方，2位长老，我们下去吧。本座记得已经让人传了话，1个月后才是交割之日。3位
是不是来得太早了些？1个月后再来，留给我们的怕就是一处废矿了吧？吴长老，别装了，我这双眼睛看得清清楚楚。你宗门数以百计的弟子，正在下面拼了命的凿脉。看穿了又如何？来人，都给本座上，杀了他们！少长主，不好，他们有备而来。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我们先退回宗门，请出踏虚境的太上长老再来。2位长老不必担心，你们只管拖住那2尊神功巅峰，剩下的交给我。少公主，不可逞强，你只有神机功1重，跨6、7重小面对敌，绝无可能。无妨，区神功8重而已，我未必不是对手。区神功1重也敢在此张狂，本座一掌灭你！这是体质异象，撵了。王长老，神功境7重竟被一击化成了血雾，连神魂都没能逃出。小辈，别以为出其不意杀了王长老，就能不将我等放在眼里。说到底，你也不过区神功1重。神功境法器，你也敢挡？给本座碎了！神功法器来得正好，拿你试试我新买的神通。愣着做什么？一起上，杀了他！不然我们谁都别想活着离开！可惜还是放走了一人，但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紫炎宗这笔账，早晚连本带利一起算。杀我宗长老，夺我宗灵脉，难道你以为就能这么走了吗？空间通道，踏虚境，把老祖都搬出来了，来得正好，省得我事后还要专程跑一趟。百里魂，紫炎宗老祖，上代宗主，踏虚境2重，1782岁。好家伙，压箱底的老古董都搬出来了。神功境1重，小辈，就是你杀了我紫炎宗几位长老，能在神功1重逆发神功8重，如此妖孽，本座活了近2000年，闻所未闻。童子，把这条灵脉全换成修为。丁，灵脉已被开采过半，正值200万中品灵石，全部兑换，可将宿主修为提至神功境6重。神功6重，够了。本座念你天赋难得，肉身难寻，给你一条活路。只要你以道心起誓，做我紫炎宗一名战奴，本座便留你性命。做战奴，老家伙，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丁，太嚣张了，这是羞辱，赤裸裸的羞辱！宿主，本系统决定了，贷款给你50万上品灵石，将修为提到踏虚境巅峰，捏死这个渣渣！童子，提到踏虚巅峰，应该用不着50万上品灵石吧？我算过，47万多就够了。丁，那2万多是利息。行吧，有了修为还怕弄不到灵石，区利息，皮毛而已。带，敬酒不吃吃罚酒，待本座将你带回宗门，种下奴印，叫你求生不得。不可能，小辈，你隐藏了修为，什么特殊体质能跨越一整个大境界？本座不信。是不是隐藏？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你对力量一无所知。这少宗主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方才我还当看清了少宗母的实力，转眼他又刷新一层。不可能！
我全力使出的神通就这么被轻飘飘一掌斩没了，这特么还是神功一重！老家伙，你的实力不行啊，上路吧。本座堂堂踏虚2重，紫炎宗高祖，怎会连你的禁锢都挣不开？老二，你打我一下！哎呦，老二你下死手！痛，又不是做梦。踏虚境的老祖，真被少宗主像捏小鸡仔一样捏死了。走，回宗门。接连杀了紫妍这么多人，他们要疯了。不过风正好，既然已经杀开了头，那就干脆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也省得日后一个个的找上门来。宗主出事了！会不会说话？本宗好端端坐在这儿，哪里出事了？宗主，死人了！什么死人了？二长老，你好好说话！紫炎宗的百里魂和其他3个神功长老都死了。什么？你们杀了紫炎3个神功1个踏虚，没骗本宗？不是我们，是少宗主一人杀的。少宗主一人杀的。父亲，紫炎宗死了老祖，必然发疯，您还是早做准备为好。确实要做准备。大长老，传本宗令，召回在外所有长老弟子，本宗要上紫焰宗亲自讨个说法。宗主英明！几天前那百里岩在咱门口射泪，让宗门丢尽了脸，这口气早该出了。老爹这是要倾巢而出啊！也好，正合我意。我这几天按兵不动，就是等紫炎宗把在外的人都召回来，好一锅端了，省得日后一个一个的满玄州去找。斩草就得除根。上品灵石，搬空倒不至于，我最多也就取一点点而已。丁，充值100万上品灵石。宿主此前贷款50万，连本带息共52万，现已自动结清，剩余48万全部兑换修为。恭喜修为主提升之物道境2重。好家伙，还完贷还白得一个悟道境，哼！老爹这宝库是真香。悟道境一方王者，放眼玄州已是绝顶。踏虚境的老祖我都随手捏了，如今再进一步，紫焰宗那点家底，这回可以放心去收了。出来吧。怎么样，百里宗主，考虑的如何了？那秦无敌的儿子，连本座的老祖都能一击斩杀，就算合你我2宗之力，也未必稳操胜创。正因如此，才更要趁他羽翼未丰，倾力除之。他今日尚在神宫，便能杀踏虚老祖。来日一旦破入踏虚，你我2宗拿什么去挡？哼哼，堂堂紫炎宗主踏虚境大修士，何时变得如此优柔寡断了？玄州明面上3足鼎立，实则你我都清楚，青云宗早已压过你我2宗。如今在天上那个怪物，用不了多久，玄州就再无你我立足之地。想要传承不绝，就必先灭了青云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道理，百里宗主不会不懂吧？好，合你我2宗之力，屠灭青云宗。痛快！百里宗主放心，此番我那边也会出些力，保管青云宗有来无回。是少宗主，听说流云山脉一战，他一个人杀了紫炎3个神功，1个踏虚老祖。我现在觉得少宗主随手一指就能捏死我，还挺帅的。那可不，少宗主一出手，谁不服气？好家伙，光神功境就不下100名，还有9尊花白气息更胜大长老的踏虚影，9尊踏虚，这是把宗门老底全掏出来了。看来老爹这回是真动了火。出发紫炎宗。终于要收网了，紫炎宗，我可是等你们把人凑齐，
足足等了好几天了，这一往下去，可千万别让我失望。百里上空，你紫炎宗踏虚老祖出手劫杀我儿，本宗今日就来讨个说法。讨说法？好一个讨个说法！只怕你没这个实力。紫炎宗涉类在先，暗算在后，如今更勾结黑煞谷设下埋伏，这笔账今日无论如何都要一并清算干净。哼！黑煞谷果然来了，秦无敌，本座承认你青云宗比我两宗任何一家都强，可两宗联手，你青云宗只有覆灭一途。不过冤有头债有主，只要你把儿子交出来，本座可以放青云宗一条生路。好深的算计！他们早料到本宗会上门，黑煞谷便埋伏在侧，就等两宗合围，将我青云宗连根踏起。今日这一趟，怕是他们精心设的一个局。怎么，秦宗主考虑好了？只要交出你那孽子，本座与黑谷主今日既往不咎。秦无敌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儿子换一宗基业，这买卖不亏。叫你奶奶给本宗死来！父亲，杀鸡焉用大刀，这种货色还是让我来吧。150尊神功，15尊踏虚，阵仗倒是不小，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人再多也不过是给我送经验。小子，就是你杀了我宗几位长老，果然是个天才。可惜你马上就要死了。说完了？你说完了就好。怎么可能？踏虚二重一巴掌就拍成了血雾！这到底是什么修为？连宗主级的踏虚二重都一巴掌拍成了灰！不是说那只是个废物吗？这修为不能待了！现在想逃，迟了点。我知道你厉害，可你也没说厉害到这个地步啊！一巴掌拍死踏虚宗主，一抓灭尽黑煞满谷强者。早知如此，还大费周章带这么多人来做什么？你自己来不就行了？我的老天爷！早知少宗主一人便能荡平两宗，我们这浩浩荡荡上百号人跑这一趟图个啥？怕不是专程来给少宗主壮个声似的。剩下这些紫炎宗的就交给你了，总得让诸位长老也活动活动筋骨。都跑这么远了，总不能白来一趟。杀！弄死这帮龟孙，替宗门出了这口恶气！好家伙，这哪是修仙大派的长老，分明是一群下山打劫的土匪。宗门大战，愣是让他们打出了流氓群霸的味儿。不，这不是真的。那个废物怎么会这么恐怖？一定是障眼法！都给我站住！谁敢跑，本少宗主饶不了你们！你死我亡，这就是修士的世界。当初你在我门口涉类羞辱，扬言灭我满门，今日这般下场，怨不得旁人。比起这些残兵败将，紫炎宗那座传了是数千年的宝库，才更值得我上心。紫焰宗攒了几千年的家底，今日就笑纳了。这是一条狗。好家伙，还挺护食。这狗怕是成精了。好家伙，跑了！那条狗的修为分明不及我，一心只想逃，可它靠的那方石台竟能一穿而过。
撕开我悟道境布下的道纹封锁。要知道，悟道之下只能称王，窥天境才算远古大能。能穿透王者道纹的那10台的品段，怕是直逼大能重器、异种、妖族，还是哪位大能的遗宝，有点意思。这2样先记账上。臭小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没事，这宝库父亲收着。宗门养人要资源，别下个月发不出俸禄，闹了笑话。发不出俸禄？这小子说什么胡话？宗门宝库里上品灵石堆成2座小山，足有100多万，怎么会发不出俸禄？等等，2座小山，老夫怎么记得前几日巡库时好像比这多些？罢了，兴许是老夫记差了。那100万上品早被我搬来还了贷，破了境。这事还是别让老爸知道的好，免得他心疼的睡不着。这里交给父亲和诸位长老了，我去黑煞谷走一趟，图谋我青云宗的一个都别想跑。唉，这小子是越来越不把我这个当爹的放眼里了。也罢，儿子有出息，当爹的脸上也有光。就是这一出手就搬空一座宗门的败家首饰，看着实在有点肉疼。以我2宗联手，青云宗再强也翻不了天。不出3日，捷报便至，届时接受青云宗的资源便是。不错，听说秦无敌那莽户的儿子是个妖孽，年纪轻轻便占领一天，也不知谷主有没有留个活口。若能抓回来，训成谷中战奴，倒是一桩美事。不好了，谷主和长老们的魂牌全碎了，死了，都死了！你再说一遍。谷主他们的魂牌全碎了，死了，都死了！不可能！谷主带着蛮古强者与紫炎宗联手围攻青云宗，怎么会死？不是哪位大人出手要灭我黑煞谷？黑煞谷是你们图谋青云宗在先，怪不得我。350万上品灵石，总算像个小地主了。上回被那条黑狗用石牌遁走，我也该给自己弄几件趁手的宝贝。风雷翅，王者神兵，增速 1.5 倍，30万；斩魂刀，大能重器，可斩窥天巅峰神魂，200万；重御风圣兵内运小世界，绑架勒索当老六必备，50万极品。好家伙，动辄100万起步。我这300多万看着像个地主，一进这店秒变穷鬼。丁，系统开放抽奖，花费10万上品灵石可10连抽一次，奖品或为任何物品，甚至有极大概率抽中圣兵、地兵，高风险高回报。10万抽一次，极大概率抽到地兵。哼，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风浪越大鱼越贵，丁一丁，灵石变地兵，抽！丁，恭喜宿主抽中系统祝福成1，童子祝您出门撞大运。这个祝福大可不必。不信邪，再抽！丁，系统祝你出门撞大运。10万！丁，筒子真他妈黑啊！风浪越大鱼越贵，我看是风浪越大，我越像个大冤种。这哪是抽奖，这是慈善捐款，还是我捐他？不玩了，根本不好玩。丁，恭喜宿主抽中战兵不祥之刃。丁，恭喜宿主抽中神通偷天换日。中了，不是祝福。不祥之刃，品级不祥，遇强则强，一刀破伤风，2刀见祖宗。偷天换日，道天大歌神所创神通，蕴含空间法则，可偷取神念范围内一切之物，当老六发家致富必备。好家伙，这绣刀片竟是件王者神兵起步。偷天换日果然名不虚传，神念覆盖之处皆可取用。哼，这才叫真正的发家致富。丁，修为提升至悟道境6成。好小子，咱发财了！寿儿，这一趟宗门光上品灵脉就多了5、6条，宫殿法器更是不计其数。往后100年，青云宗都不愁资源了。少宗主，您看那黑煞谷那份大礼，是不是也该记您一功？从此以后，这玄州是青云宗的天下了。只是树大招风，青天圣地那位圣子既已找上门，怕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悟道境的气息，直往宗门来，来者不善。林征天，青天圣地圣子，悟道境3重，身后林傲，踏虚境巅峰。青天圣地，东荒域2大圣地之一，出过神化境大帝的庞然大物。本座乃青天圣地长老，随圣子前来视察，速让你们宗主出来迎接。视察？青天圣地与我青云宗又非多属，何来视察一说？在下青云宗主秦无敌，2位是青天圣地来的道友。道友？就凭你踏虚2重？本座林征天，历练途经玄州，听闻青云宗登上霸主之位，特来拜访。哼，拜访？明人不说暗话，2位直闯宗门，连招呼都不打，可不像拜访。大胆！不好！道友，是不是太过了？过了，这只是个小教训。欺负到我家门口，还不许我还手！该死！你敢伤老夫！这次是林长老有错在先，本圣子不与你计较。道友下次动手前，最好先想想身后的宗门。区玄州，在圣地眼里，不过与蝼蚁无异。哼，欺负到人家门口还不许人反击？若非顾及你圣地这层皮，方才那一下就够那老狐轮回一趟了。2位，我青云宗小门小派，玄州也入不得圣地法眼，若无他事，恕不远送。秦宗主，青云宗这些年倒是出了个像样的天才，本圣子很期待你上圣地的那一天。老祖宗，秦无敌求见。啊！这老人不是活人，是个魂体，能凭一缕残魂存续3000年而神魂不散。这位老祖宗生前的修为绝对深不可测。小无敌，这孩子就是禽兽吧？悟道6重，好一个天才！孩子，你一定很好奇，青云宗怎么会跟一个圣地扯上关系？愿闻其详。老夫是青天圣地3000年前的圣子，那一代圣地出了2位圣子，老夫与人争夺圣主之位落败，道基受损，此生无望胜任。作为一个失败者，老夫黯然离开圣地，才在这偏僻贫瘠的玄州落脚开宗，留下传承。老夫离开前曾对天发下大誓，要培养出一个比当年的老夫更妖孽的天才，替老夫再争一次那圣主之位。这一等就是3000年。孩子，直到你的出现，老夫这快要熄灭的心气才重新燃了起来。玄州藏有一座大圣道场，算算时日，就在这月内开启。老夫当年正是为他才留在这贫瘠玄州。大圣道场不好闯，不到悟道境，进去多半是死。我这做爹的才踏虚2重，儿子竟已成王了。这是道场图，只有前半部分，你好生利用。青天圣子来玄州，多半也冲他而来。以你的修为，正好会他一回。弟子明白，这机缘我收下了。好，不愧是老夫的后代。记住，圣地里我们这一脉还有几个老古董，谁敢以大欺小，我秦族也不是好惹的。玄州太小，资源贫瘠，早已养不下我。青天圣地身为东荒巨无霸，坐拥无尽资源，只要闯进那圈子，坐上圣子之位，海量灵石到手，成就圣人准地乃至那传说中的大帝，都不再是妄想。至于凶险，有童子在，有灵石在，我未必怕谁。富贵险中求，这大圣道场是我叩开更大世界的第一块敲门砖，我去定了。父亲，道场一出世，附近几州强者必蜂拥而至，宗门想置身事外，最好即刻封山。那种场面，太上长老去了也是炮灰，露头就秒。这不是长他人志气，是眼下修为的差距实打实摆在那儿。唉，我们的修为确实太低了。大长老，传令，
宗门即日封山。竟然就在这儿！当初取灵脉时修为太低，全没察觉。这禁制正在削弱，最多半月便会减弱到无道境能闯的程度。我只需静候。叶青羽，太初圣地圣女，悟道境4重。童子，不该看的别看。只看杜刀的话不太好吧？俺可不是那样的童子。太初圣地也来了，东荒2大圣地为这一座道场，都把当代的圣子圣女派来了。看来这机缘比我想的还要大得多。罢了，管他圣子圣女，等禁制一破，进了道场，各凭本事。我这半月就在这儿好好养精蓄锐，把周遭这些人的路数再摸透些。待到入场那日，这满山头自语天骄的，谁能笑到最后？可还未必轮得到他们说了算。我家圣子传话，机缘凶险，念在青云宗与圣地的渊源，道场开启后，你可跟在圣子身后。真遇危险，圣子也能保你一命。回去告诉你家圣子，秦某的安危不劳他费心，让他关心好自己吧，别折在道场里成了笑话。哼，不识抬举，圣子肯让你跟随是你的荣幸。凭你也想与圣子争锋，圣地的底蕴不是你能想象的。圣地底蕴是强，可不代表你能对本座阴阳气。给你3个呼吸，滚！或者本座试试你的底蕴。这年轻人是谁？竟敢对青天圣地长老如此不客气！看不透修为，绝非寻常之辈。看他把宝物机缘全收入囊中，笑话！这半月我早已将周遭强者的底细摸了个七七八八，谁都别想在我眼皮子底下占便宜。半月之期将至，这道场里的东西，我自己来取。大圣道场开启了！好沉的气势，童子，这青铜门值不值钱？丁，青铜门与整座道场相连，为材质普通，仅值10万极品灵石。10万极品换成上品，那就是1000万，够抵得上整个青云宗的收藏了。就这，还是普通材料，连门带战场一起打包走，这个念头越来越诱人了。圣子，道场已开，那青铜门便是入口，我们是不是该抢先一步？不急，先进去的未必是好事。想得机缘，终究还得靠实力。既然诸位道友都不敢先进，那老夫就不客气了。你们先进去。大意了，这门与整座道场相连，以我如今的修为，还撼不动它。看来得先把修为提上去，才拆得下这块大肥肉。罢了，来日方长，等我修为再上一层楼，回头再来拆你这扇门不迟。眼下先取了里头的机缘要紧。
依老祖宗给的半张地图，道场外围的宝物早被人搜刮空了。生门凶险，死门反倒清静。我只需照图直取深处。区踏虚境阴魂，也敢觊觎我的血肉？这道场的剑质把我的神念压得只剩这么一点，也罢，正好试试我这双破妄眼够不够力。躲得倒挺深，在我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久，也算有点耐心。只可惜当我看不见。这不是林长老吗？藏头露尾，这是准备蹲我？小辈，你3番2次羞辱老夫，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就这把破匕首是你的依仗？破匕首，玄州果然是小地方，谅你一辈子也没见过圣兵。能死在圣兵之下，是你的荣幸。哼，区一柄残缺圣兵而已。不可能，你怎能徒手抓住圣兵？你究竟是什么怪物？武道境界的小修为，怎会有这般恐怖的肉身？连圣兵劈上去都伤你不得分毫。怪物，我看你才是。堂堂圣地长老不敢正面来，偏要缩在阴沟里蹲人，就这点出息也配拿圣兵？拿了也是糟蹋。踏虚境，真当凭一柄残缺圣兵就能杀我？这老家伙，圣子不许他炼化留印，圣兵威能发挥不出一成，也敢来蹲我，还想逃？不，老夫是圣地长老，你不能杀我！放老夫离去，圣地绝不追究。青天圣地欠我的这份见面礼，就先从你身上讨回一件圣兵。这匕首虽残，好歹是件圣兵，炼化了留个印记，日后也是一张底牌。至于林真天，回头再跟他慢算总账。2件圣兵，按地图记载，这外围本不该有宝物才对。看来是有人从深处顺出来的，正撞上这几方在这儿争食。慢着，道友，可曾见过我圣地的林长老？林长老，不认识，没见过。好一件圣兵！撒手！这些趁人分神的鼠辈！该死！叶青羽与我同为圣地传人，多一件圣兵也就罢了，你一个来路不明的阴沟老鼠，也敢染指？哼，不愧是圣地圣子，连衣裳都是件圣器。不过，凭本座这柄锤子，眼下可不惧你。这怎么回事？本座的锤子呢？该死！本座的圣兵呢？是谁？给本座滚出来！圣女，这以您的修为，竟被人无声无息间夺了圣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好手段。
这道场里还藏着比我们都棘手的角色，我们走。站住！给本圣子留下！小辈猖狂，就凭你悟道三重，也想留下本座？圣兵被夺，本座正没处撒火。叶青羽与你同为圣地传人，夺一件圣兵也就罢了，本座辛苦抢来的锤子，转眼变成烂木，你却在这儿拦着本座算账，分明是你圣地的人在搞鬼。血口喷人，本圣子的清风若还在手，何须与你多费唇舌？分明是有第三方混在这场中。偷天换日，果然是发家致富的神器。神念覆盖之处，随手就顺走2件圣兵，连点动静都没有。童子，这2件圣兵值多少灵石？兵2件圣兵共值20万极品灵石，宿主是否交易？才20万极品，这可是圣兵啊！兵，须知系统兑换圣人1重修为也不过10万极品灵石，一件死物兵器总不能比一个活生生的圣人还贵吧？好吧，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法反驳。那这2件先留着，日后炼化的当当底牌。眼下这道场深处，才是老祖宗地图指的正主，传说中补天大圣留下的传承。前头那2位大佬打生打死争2件外围顺出来的圣兵，殊不知这真正的大鱼还在最里头。那条狗是紫炎宗宝库里那只，好巧，当日在紫炎宗宝库，就是这条狗用一方石台从我眼皮底下遁走，没想到竟在这大圣道场里又撞上了。看他俩这仓皇模样，怕是刚从道场处劫了一大票，正被什么东西撵着跑。小子准开，不要挡道！无量那个天尊，道友借过借过！汪！该死，小子，你想害本王？道友，你已有取死之道。圣人尸骸，圣人的尸骨也敢往外搬？你们俩的胆子倒是比修为大得多。完了完了，这个鬼东西追上来了！都怪你，要不是你挡道，本王早跑了。窥天境7重的阴魂，好家伙，从圣师身上滋生出来的，这一人一狗，怕是把整座道场的老底都给掀了。也难怪招来了这等窥天境的凶物，一路索命。擅闯道场盗窃死！无量他奶的天尊，你们俩瞎，怎么就认准了道爷2个？佛门的圣兵，这2个家伙手里的宝贝倒是不少，只可惜修为太低，圣兵的威能连1成都催不出来。死狗，你那点狗血不是说能辟邪吗？快放血滋他们！老骗子，你当本王的血是长江王河，取之不尽？这俩阴魂是窥天境，比本王足足高了1个多大境界。就算把本王抽干，也不顶用。石狗，道爷早说了，别动那2具圣尸，你偏不听。老骗子，你搬的时候也没少下爪子。小子，你打算一直看戏？我们死了，这2个鬼东西也不会放过你。啊，对对对，3人联手方能逃出升天。况且道场的宝物尽在我2人内世界，我们一死，内世界随之崩灭，道友也什么都得不到。出去之后，贫道做主，分道友1份厚礼。小子，别看戏了，这2个鬼东西料理了我们，下一个就是你。你我在紫炎宗好歹有过一面之缘，姑且算半个熟人，拉兄弟一把。
从进道场深处起，我遇到的石室房间就全是空的。原来是这一人一狗把整座道场都搬空了，有意思。这份厚礼我倒要看看有多厚，自然不会让你们死在这儿。血气，好强大的血气！吞了你，吞了你！吞了我，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杀杀杀！杀！杀杀！不敢不敢写！这小子方才还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转眼就把2个窥天阴魂当泥鳅似的往兜里塞，深藏不露，深藏不露啊！好了，阴魂已暂被镇压，我们走吧。这尊大佛，咱惹不起。老骗子，跟紧点儿，别耍花样。道友高义，救命之恩，贫道没齿难忘。出去之后，这宝物嘛，好说好说。好说，那我可就很期待了。走。道场的宝贝全在他们内世界里，这2个运输大队养可不能让他们跑了，得想个法子把他们内世界里那整座葬的家当一并笑纳了才是。想走，将宝物留下。林真天速度挺快啊。那压力圣尸是圣人尸骸，好一出黑吃黑！这些人各怀鬼胎，都想让别人先动手，自己好坐收离利。既如此，那就别怪我把这浑水搅得再浑一点。道友，小子你上！你们确定要宝物？这位道友误会了，宝物既已被道友得，小女子不会抢夺，只想请道友如实相告。补天大圣可曾在道场留下传承？若道友得了传承，小女子愿以同等代价交易。补天大圣的传承，看他的神色，似乎早就知道这道场里藏着什么。秦树，只要你交出传承，其余的本圣子可以不要。宝物，那你们可要接好了。这是阴魂，还是2个窥天镜？小妹，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喏，接着。好多血石，闯入者杀！燕山，你害我，我在轮回中等你。不，本座苦修数百年，不能死在这里啊！这鬼东西真是太凶了，若不是运气好碰上道友，这地上的骸骨怕是也有我2人一份儿。哈哈哈，小子，你还是太年轻了，有缘再见。这是道天大圣的神通偷天换日，早该想到，当日在紫炎宗，这小子就直勾盯着本王的持牌，合着从那时候起就惦记上了本王的宝贝。
这里远离流云山脉10万里，本王更布下大阵，非圣人亲至，休想找到。那就好。小子，你想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3人联手出来平分的吗？你可是刚救了本王一命，怎能转头就翻脸不认狗？平分？我从头到尾可都没松过口，何况如今这处山谷、这方天地都在我1亩3分地上，你们连人带宝可都在我手心里攥着呢。你笑什么？大劫，大劫，没错，身上的内世界里藏着的宝贝，通通交出来。道友有话好说，其实我2人在道场也没得什么，最珍贵的便是这2具圣尸了。道友若要，贫道愿双手奉上，以报救命之恩。2具圣尸太少了，我全都要。小崽子，你莫欺人太甚，道爷也不是你捏的。哦，不是你捏的。小子，你来真的！小崽子，道爷行走天苍大陆，哪家祖坟没光顾过？连古族大教都不敢惹道爷，你最好别让道爷知道你家在哪儿。是吗？怎么会？这小子手里也有圣兵，完犊子了！徒劳挣扎。小子，本王绝不会打开内世界，你死了这条心吧！不打开，那也无妨。小子，你想干嘛？在我家乡黑狗大部，出来这么久，突然有点想家乡的味道了。什么意思？你敢？你知道本王什么身份吗？哎，小子，等等，有事好商量。老实待着，等下分你一条狗腿。老骗子，你居然添口水！哈哈，小子傻了吧？本王可不是普通悟道境，就你这低级灵火，再烧100年也好烫，好烫！小子，你有种就真烤了本王！哎呦烫！本王愿分你一半宝贝，一半你先把火撤。一半，我要的是全部。我靠！小子是不是玩不起？哎，等等，本王给，我现在就给，现在就给！上去领是哗啦啦了，大爷你坐一坐，这样总真是。早这么听话，不就没这顿烧烤了？本王堂堂一方异种，竟栽在一个悟道境的小崽子手里，还差点被架上火烤成2面金黄。这要传出去，本王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放心，我嘴严，往后乖乖跟着我，说不定哪天还能带你吃香喝辣。道友，好说，贫道这也全交，半分不敢私藏。您可千万别拿招呼这死狗那套来招呼贫道啊！整座大圣道堂的家计，2具13件圣兵，还有这满谷的灵石灵药，这下可全都是我的了。这一趟不亏血赚。青铜殿，我那值10万极品灵石的青铜殿，哪个不长眼的？趁我打劫的功夫，把整座道场都给老子搬走了！真晦气！本还想着提升修为，回头把这青铜殿一并搬走，倒让人捷足先登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趟大圣道场，我也算最大的赢家。4件圣兵，2具圣尸，外加打劫黑狗老道搜刮来的满仓灵石灵药，青铜殿丢了，全当破财免灾。倒是那2个倒霉蛋，被我扒得只剩裤衩，这会儿怕是正躲在哪个旮旯里骂娘呢。道友留步，小女子并无恶意，只想知道友可有得到传承。青羽师妹，何必与他多费口舌？将传承交出来，不然如何？青天圣子，好大的威风！莫说我没有传承，就算真得了，那也是我的机缘，凭什么交给你？还是说你打算亲自动手抢？只要你敢动手，我保证把你打得连你妈都不认识。顺带光明正大从堂堂圣子身上搜刮一笔战利品，想必身上定有不少好东西。抢，未尝不可。你找死！这是要连我青云宗一起毁了！圣兵！
毕竟圣兵3尺清风，之前只是猜想，果然是猜想。在道场夺我圣兵的就是他。看来是认出来了，也罢，东西既已到手，认出来又能如何？反正是3比1又如何？真敢来讨，那便连人一并留下。混账！本圣子斩了你！体质异象，至尊战体。哼！还是说，年轻人，你很不错。好一尊圣人，方才那随手一挡，举重若轻，这般存在，我如今这点修为，怕是连他一根手指都撼不动，硬碰硬是万万不能的。前辈料赞，我不过运气好些，只是前辈出手，难道也想争那所谓的传承？大圣传承，一门神通罢了，虽好，还不至于让老夫不要颜面的出手抢夺。方才若非渐渐争天遇险，老夫也不会现身。师叔，真天，身为圣帝圣子，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面对失败的勇气。若因一点小挫折就失了道心，你也就不配做青天圣地的圣子了。师叔教诲的事，是师侄错了。年轻人，老夫期待你上圣地的那一天。唉，可惜了，我这打劫的计划又落空了。一尊圣人护着，这个圣子我暂时是动不得了。不过他临走那一眼，分明是往宗门深处老所在的方向瞟的。看来这青天圣地和我青云宗的渊源比我想的还要深。也罢，等上了圣地，账慢慢算。秦芳影，我说过了，并没在道场得到什么传承，还是说你也想动手抢一下？既然道友不愿割爱，小女子自不会强求。此来只为告知道友一事，3个月后蜂王殿将开启，望道友莫要错过。蜂王殿，蜂王殿乃天苍大陆一处公开机缘，500年一开，凡年龄1000岁之内修为达悟道境者，皆可入内。天赋逆天，通过考验之人，可获自身的王者封号。此外，还会得赐一份机缘，历乐得此机缘的王者，无不短时间内突飞猛进，除中途夭折者，最终皆成大陆巨擘。原来如此，能得封号的本就是妖孽之辈，修为提升领先常人。所谓机缘，恐怕也只是锦上添花。不过，一个太初圣地的圣女特意跑来告诉我这消息，总不会只是顺路好心。这蜂王殿里，怕是藏着连圣定都眼馋的东西。道友是不是觉得蜂王殿的机缘无足轻重？难道叶姑娘身为太初圣地圣女，也看重里面的机缘？普通机缘自然看不上，可若是里面藏着成帝的机缘……什么？成帝的机缘？叶姑娘，秦某书读的少，你可别骗我。帝，那是天苍大陆至高的存在，一念之间星河生灭，主宰亿万苍生。无数天骄在苦海中争渡，都只为踏足那个境界。若蜂王殿真有成帝机缘，那些大圣准帝的老古董早该争得头破血流，岂会留到现在？这只是小女子从长辈处听来的，是真是假我也不清楚，因从未有人能得到那机缘。不过秦道友战力强大，能压灵争天，何不试上一试？就算没有成帝机缘，得一桩小机缘也是不错。成帝的机缘，不管是真是假，这蜂王殿我去定了。只是蜂王殿只准悟道境入内，我如今悟道6重，倒是够格。可若真有成帝机缘，去争的绝不止我一个。青天太初大2大圣的圣子圣女都盯着，这一趟怕是比大圣赌场还要凶险几分。凶险？哼，越凶险的地方才越有真金白银。有童子在，灵石管够，修为无限。修为不够，那就用灵石砸够。这泼天的机缘，我凭什么不搏他一把？臭小子，你没事吧？那圣子一身圣气，出手便是大能神通，可在少宗主面前，竟连一招都走不过。我等苦修数百年，方到踏虚，少宗主这个岁数就已经能与圣人掰腕子了，这天赋简直不像是人。少宗主，刚刚究竟是怎么回事？那2位看着来头不小。没事，大圣道场开启，我在里头得了些小机缘，惹来几个眼红的罢了。父亲，诸位长老，我们先回宗门。荒古圣体，大圣传承，蜂王殿。如今我这身份，怕是彻底藏不住了。青天圣地既已盯上，接下来就是明刀明枪。趁上圣地前这1个月，
得把该安排的都安排妥当。臭小子，这都是你在道场得的？算是吧，这些资源够宗门发展一段时间了。这些都是打劫黑狗老道来的道场货，全是我看不上的边角料。可对宗门来说，单是些悟道境经文法器就够实力再上一个档次了。你是说这些都留给宗门？父亲把这些分配好，宗门往后或许能出悟道境强者，我不在宗门时也好稍稍安心。这些换成灵石也不过1-2万极品，对我用处不大。可留给宗门，能多培养几个强者。我离宗上圣地后，家里也算有个照应。至于真正值钱的那4件圣兵、10几件大能重器，外加2具圣石，我可都收得严严实实，一件没漏。那父亲就不客气了。宗主啊，你如今也是踏虚境了，有空多来小禁闭，咱坐下论论道，喝喝茶。说起来，你穿开裆裤那会儿，老夫还抱过你呢。吴师父，不必再说，这些资源本宗自不会吝啬，如何分配，商议之后再定。宗主啊，不，秦师兄，我看秦树这小子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该考虑成亲的事儿了？师弟我啊，觉得青青那丫头似乎挺合适的。师弟，你之前还说我儿子是个火坑，扬言要切了他来着。此一时彼一时嘛，当日谁知道这混小子竟是深藏不露的绝世天才。如今这般人物配我家青青，那是青青高攀了，天作之合，天作之合。我儿子的婚事还轮不到你这做丈人的先机。秦师兄，你听我解释啊！当日那都是误会，天大的误会。好家伙，前脚还嫌我是废物，扬言要切了我，后脚就上赶着要把闺女嫁进来，这翻脸的速度比我充值升级还快。修仙界的人情冷暖，我今儿是又长了见识。不过话说回来，柳青青那丫头倒确实是个妙人。只是眼下我一门心思都在圣地和凤凰殿上，儿女情长的事暂且往后放放吧。等我上了圣地，封了王，站稳了脚跟，再回头细想也不迟。小子，到禁地来。这是那位老祖宗的声音。老祖，你找我？老夫秦羽，算起来该是你曾祖。不过你小子若觉得别扭，随你怎么叫。看你对这个有兴趣，老祖就给你拔回来了。这是大圣道场。不错，怪不得我回云山脉时，那道场已被搬得干干净净。我还纳闷是哪个高手捷足先登，感情是老祖顺手牵羊。这青铜殿与整座道场相连，能悄无声息拔走，还完好无损。这位曾祖的手段深不可测。多谢老祖，这份大礼秦丧收下了。老祖叫你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事。大圣道场机缘已了，你也得了不少好处。安排好宗门与自身之事，1个月后出发，去青天圣地。1个月后就出发？不错，3000多年了，离开青天圣地已经3000多年了。老夫终于可以回去了。3000年的执念压得人喘不过气。也好，我本就要上圣地闯一闯，正好带上老祖。有他这尊隐世的老怪坐镇，我在圣地那些老古董面前，腰杆也能挺直几分。真闹起来，也不至于孤立无援。那我安排好宗门事宜，1个月后来接老祖。不必如此麻烦。老祖何意？这棺内躺着老祖的肉身，至于老祖的魂体，依附在这棺木上便可。这一趟青天圣地，我不光是去争我自己的富贵，也是去替他了却一桩3000年的心愿。一缕残魂，苦守3000年，就为回圣地再争一次。这位曾祖的执念，比我想的还要深。圣女大人，那家伙对您如此无礼，您为何还将凤凰殿的消息告诉他？没错，那人仗着有点实力，就敢对征天圣子出手，简直不知死活，说不定都活不到凤凰殿开启，就被青天圣地清算了。愚蠢！秦公子出自玄州那种小地方，能凭自身天赋崛起，又岂会简单？从他能力压临征天来看，战力已达圣子之列，甚至犹有过之。这般妖孽，还不是圣地弟子？如此人物，
难道不值得交好？可他到底只是个玄州出来的野修，哪比得上征天圣子？正因他是野修，不靠圣地一草一木，全凭自身，才更可怕。征天圣子背后是整个青天圣地，而他背后只有他自己。可就是这样一个只有自己的人，一剑便将征天圣子斩飞了千里。你们记住，圣地虽强，却并非没有对手。天苍大陆无数年来，同样有陨落的圣地古族，可以自傲，不可自大。此番我特意告知他封王殿之事，正是要卖他一个人情，将来是敌是友，犹未可知。可这份善缘，先结下总没错。是圣女，我们知错了。好了，头抬起来吧。我并非怪你们护主心切，只是要你们记住，这天下之大，藏龙卧虎，切莫仗着圣地弟子的身份就小看了任何一个人。尤是那位秦公子，我总有种预感，此人日后的成就绝不在你我乃至征天生子不下。若不依照外力法弊，仅凭自身，连我都没信心与那禽兽正面抗衡。这般天才，能不交恶，最好不要交恶。可一旦交恶，便必须彻底除之，永绝后患。只盼将来，你我是站在同一边的人。征天说那个小宗门出了个天才，连你都镇压不了。那人体质异常强大，不输我的至尊战体。我看不穿他的修为。这一趟玄州，我非但一根毫毛都没捞着，还被那人一剑斩飞千里，险些动摇道心。堂堂青天圣子，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玄州那种贫瘠小地方，怎会诞生这等天才？难道真是变数？韩烈师弟，你随征天走了一趟，怎么看？那年轻人修为已达悟道境6重，比征天还高出3个小境界，而且我观他的体质很像历史上的一种什么体质？荒古圣体？不可能！荒古圣体每成长一步，都需海量资源堆积，贫瘠的玄州根本养不起一个圣体，更别说修为还比征天高。我见过他施展异象，阴阳生死图、仙王临九天，还有那金色的血气，不会有错。既已确认，为何不直接将其镇压？难不成真要让他回归圣地？那年轻人与圣地渊源不浅，一旦回归，对圣地也是好事。况且那位还活着，你要我当着他的面诛杀他的后代？那位秦毅，哼，一个无望圣人的废人罢了。可你别忘了，秦族在圣地还有人。秦族一脉纵被打压3000年，可秦战、秦煞2位老祖宗还在。你们真当着秦羽的面动手，就不怕惊动那2尊必死关的老怪物？罢了，此事从长计议。封王殿3月后开启，那圣体是无道境，必会现身。届时借封王殿的规矩，名正言顺的了结才是上策。既不落口实，也不必惊动那2位。荒古圣体，人族第一战体。我的至尊战体虽强，与之相比，竟逊色不止1筹。可若是能将这具荒古圣体炼化，滋补我的战体，至尊战体必能突破桎梏，成为天苍大陆乃至诸天真正的至尊体质。封王殿，我一定要压过他，把这具圣体从他身上夺过来。圣体大成需海量资源，他一个玄州出身的野修，纵有奇遇，又能供养到几时？我在圣地，有的是资源，有的是底蕴。这具荒古圣体，何该是我的？他来我这儿做什么？难不成还惦记着头盔那事儿，来找晦气？柳师姐，好巧，你也回我家。父亲说你如今变化很大，修为比他都高了。多谢大长老夸奖，我只是有些奇遇罢了。师姐来这儿有事？师姐但说无妨。虽说你之前揍过我几回，让我在床上整整躺了3天4个时辰2刻钟，但师弟不是记仇的人。我突破灵婴境遇了瓶颈，父亲让我来请教你。请教我？玄丹巅峰的瓶颈，大长老一个神功境指点足矣，却偏让他来请教我。再像议事殿外隐约听到的那几句天作之合，我算是明白了，这是醉翁之意不赖酒啊。打扰了，师姐留步，我可以助你突破灵婴境。信不信由你，左右你如今也没别的路可走，不是吗？什么？你愿意？
可是揍过你的。自然，不过嘛，师弟我可是很贵的，就是不知道柳师姐出不出得起灵石。什么？要灵石？父亲说你此番出去得了大机缘，连宗门都留了许多资源，还看得上我这点灵石。若你还记恨当初打伤你，大可直说，不必如此羞辱我。师姐误会了，我这也是为你好，毕竟你也不想回去被大长老念叨吧。我这般财迷，就是要让大长老乔青青全无那点心思，好叫他趁早断了那门心思，也省得日后麻烦。一枚下品灵石，成交。柳师姐果然爽快，放心，本师傅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保准让你物超所值。你。这丫头天赋是真不差，就是心思太重。也罢，交都交了，索性交到底，给宗门留个能扛事的，也算我离宗之前尽的最后一份心。明天起你就不用来了。为什么？你如今灵婴境的小境界，不必再知道。再说了，一枚下品灵石，你还想我交多久？快走快走，别想着留下来蹭饭。多谢师弟这段时日指点，青青无以为报。停，不用汇报。这丫头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儿了，得趁早撇清，免得日后扯不清。反正我这一去圣地，山高水远，也省得节外生枝。老祖，宗门已安排妥当，我们动身群天圣地吧。安排好了，那就出发。青云宗，我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留了资源，留了剑阵，留了个继承人，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路就看这具荒古圣体能在圣地那潭深水里搅出多大的浪来。臭小子，终究是翅膀硬了，走都不通知老子声。可你要去的毕竟是圣地，还是去争那圣子之位？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和青云宗比，那种地方才真是吃人不吐骨头。臭小子，你千万要平平安安，老子这把老骨头等着有朝一日去圣地看你风风光光的把那圣子之位稳稳当当的坐去。那里就是青天圣地了，好浓郁的灵气，这方天地的灵气竟源源不断地朝那里汇聚。前方那圣地就像一只吞天巨兽，把周遭的灵气都吞进了腹中。老夫终于又回来了。何人停留？窥视我青天圣地，阁下何过在此停留？肆意窥视圣地。窥视？此地离圣地足有千里，我不过看了几眼，何来窥视之说？若无事，便速速离开。哼，圣地千里之内不可停留。看来青天圣地并不欢迎，这是想让几个小喽啰给我个下马威。小子，听不懂人话吗？让你青天圣地不欢迎！青天圣地不欢迎什么？你敢动手？小辈，你就是从玄州那什么青云宗来的吧？莫不是在玄州那小地方称王，以为有点实力，便能不把圣地放在眼里？就凭你伤了他们，本座现在就可诛你！窥天境大能。竟如此轻易就破开了本座的气势。窥天境一重罢了，不必借圣兵，单凭我这双手就能镇了你。小子，看来有些人不希望你来这里啊，让老祖出去。我倒要看看他们见也这般我，是不是也这般拦着？小辈，你连棺材都备好了，不如交与本座，还可饶你打伤圣地弟子之罪。我还从没见过主动要棺材的，就是不知道你等下还敢不敢要。崽种，你想要老夫的棺材板儿？你是秦羽圣子？怎么3000年了，我一直当你早就死在了圣地外头，你竟还活着？秦师兄离开圣地，师弟还以为你早已陨寿，想不到竟还留有一缕残魂。至于这副棺材，师弟自然不敢指，毕竟以师兄这副状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哼，我用不用不得上，就不劳你操心了。现在乖乖站着，别耽误老回圣地。秦师兄回圣地，师弟不敢拦，
可这小辈无故打伤我圣地数名弟子，若不给个交代，圣地威严何在？滚开！碍事的没了，我们走。好家伙，老祖这一巴掌比我的大逼兜还干脆。看来这位曾祖生前也不是什么善茬，有他尊隐士的老怪撑腰，我这圣地之行底气足了不少。老祖说过，我这一脉在圣地还有强者，可如今明摆着有人想给我下马威，闹出这么大动静，却不见一个自己人出来制止。看来老祖离开的这3000年，圣地里是出了大变故。圣地就是圣地，灵气都要凝成雨水了，和这儿一比，青云宗简直就是大国里的小村子。还有那些灵兽这么温顺，应该很好吃。圣地圣兽虽多，大都是长老弟子驯养的，你小子别嘴馋。不过确实好吃。呵呵，这还没完没了了，拦完一个又一个。陆道，3000年不见，想不到连你都成圣了，怎么方才让人阻拦？是不想我回圣地？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在圣地休养。圣地和3000年前不一样了，有些不可能的事，最好别再想了。你就是那个荒古圣体吧？圣地不同于玄州的小宗门，做什么事之前，最好先想好后果。老祖，这笔是谁？一个从小就爱撞壁的家伙。方才那尊圣人一句想好后果，摆明了是警告。看来这青天圣地早把我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也好，敌意都摆在明面上，反倒省了我猜来猜去的功夫。青羽师叔，你们阿大、阿二，是我们师叔，师叔您终于回来了，你们还不快来拜见师叔祖！拜见师叔祖！阿大，圣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怎么只有你们2个，其他人呢？青羽师叔，他们是不是刁难您了？回答我，圣地是不是出事了？您竞争失败离开圣地之后，我们这一脉就时常遭到打压，许多强者都被派去镇守重地，探索禁地。3000年下来，好多师叔师伯，甚至几位师叔祖都陨落了，不是镇守之地遭袭，就是探险时莫名失踪。到如今，除了秦斩、秦杀2位老祖宗，我们一脉连一个圣人境都没有了。怎么会？这3000年，但凡是您这一赖的子弟，修炼资源被克扣，历练总被派去凶险的地方，多少有天赋的苗子还没长成就折在了外头。他们这是要把咱秦族这一脉连根拔起呀！两位老祖现在何处？2位老祖因寿元问题，在您离开不久就闭了死关，也正因如此，他才把这般肆意打压。好一个青天圣地！哼，老夫走的这3000年，你们倒是把我秦族欺负了个遍。神儿，老祖对不住你，本想带你回来享圣地的资源，如今看来却是把你带进了一处龙潭虎穴。圣地这种大势力，果然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派系争斗，连圣人都会陨落。老祖言重了，龙潭虎穴，我倒觉得是块没人开垦的宝地。这一脉的血仇，这满圣地的敌人，在我看来，全是送上门来的机缘。谁想让我不好过，那就先掂量掂量，看看到底是谁的骨头更硬一些。本想留着灵石，等遇上大危险时搞一波大的，可如今看清了处境，这圣地明摆着有人要我死，还是先把修为提到眼下的巅峰稳妥些。童子，消耗灵石，把修为提到悟道巅峰。消耗24000极品灵石，修为提升至悟道境巅峰。强了不止数倍。我如今手里5件圣兵，近10件大能重器，40多万极品灵石，足够把修为一路堆到圣人境。真到了生死关头，狠一狠心，甚至能放弃修为，对一尊临时准地出来当我的打手。这些退路，我早在青云宗时就一条条盘算得清清楚楚了。所以这圣地纵是龙潭虎穴，我也未必怕谁。就这灵气浓度，我便是不充值，自个儿闷头修炼，
用不了多久也能突破。一步仙，步步仙，宿主不必可惜。圣地是大户人家，宿主想赚灵石，法子多的是。实在不行，先把圣兵交易了。童子这回给你11万极品灵石一件。停，打住！童子，你这是加价了？之前不还是10万一件？好你个黑心资本家！哼，这黑心系统专挑我手头紧的时候涨价。圣兵，我才不卖给你等蜂王殿一开，风云际会，随便宰个冤大头卖他个10件8件，不比你这抠门童子给的价强上100倍。那个玄州来的乡下人已在秦族庄园住下了，诸位有什么想法？哼，一个小地方来的而已，青云宗听都没听过的小宗门，这种人也配和圣子争大位？不错，简直异想天空。依我看，不必圣子出手，我们直接找上门，将他废了便是。以林远师兄的修为，镇压那乡下人，轻而易举。哼，这人不过是不知从哪儿得了些奇遇，运气好些罢了，也敢妄想圣子大位。林师兄一出手，管教他知道什么叫圣地的天，什么叫玄州的地。也好，诸位师弟，明日便随师兄一同前去，会一会那外宗之人，看看他到底有何本事。林争天那小子1个月前就闭了关，此事不必通知他。凭我的实力，拿捏一个乡下野修绰绰有余。寻仙道长，是林道友啊，深夜来此，可是有事寻贫道？不瞒道长，圣地近日来了个外宗之人，我们圣子不太欢迎他，想请道长帮忙推算一下他的运道。此人修为如何？不超悟道3重。悟道3重，这修为已超过了贫道，要推算不容易，最起码得见过此人之后才可。这个容易，道长明日随林某去见便可。真没眼力劲儿，看不出道爷不想办吗？该死，都怪那个土匪，叫什么禽兽是吧？千万别让道爷再碰上你，不然定叫你尝尝道爷的霉运神术。哪位是秦氏？林远师兄前来拜访，速速出来相见。林远，我不认识，听这语气是来找事的。居然是他！哼，想不到在这圣地里还能创建这个盗墓的老道。哎，怎么突然感觉有些心慌？禽兽，那个禽兽，就是昨日和道长说的那个外宗人。你们找我？你不是你？1月不见，道友似乎又得了不少宝贝啊。寻仙道长，你们认识？见过一面不熟。寻仙道长，这名字倒是高大上。道爷，贫道李许仙。秦氏禽兽，他爹跟他有仇吧？不然怎么起这么个名儿？好歹在名字上，贫道赢了。你们找秦某有事？听闻秦兄天赋惊人，在玄州那种小地方都能修成悟道境，林某特意来拜会。当然，除了拜会，也想跟秦兄切磋论道一番。林师兄，跟他说这么多做什么？只有把他教训一顿，他才会明白小地方的修士和圣地弟子之间的差距，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染指圣子之位。当然不会，不过秦某有个规矩，切磋得有个彩头也不多，就赌你们内世界里所有的宝贝。你说什么？赌注？哈哈哈，可笑！你一个小地方的穷修士，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对赌？我们师兄弟随便拿件宝物出来，都是你这辈子没见过的。哦，是吗？用这件圣兵和你对赌，可行？这是圣兵！坏了，这小子要坑人了，连窥天阴魂都能镇压，拿捏这几个悟道境还不轻轻松松，就是苦了林远。他万一落对方手里，我那些宝贝就永远别想要回来了。好，既然秦兄要求，林某奉陪。师弟出手注意分寸，别伤了秦兄。师兄放心，出手吧，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敢来青天圣地。哦，你准备好了？无需准备，出手吧。我再问一遍，你确定？你到底出不出手？是不是？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这位吴师弟，怕是圣地开天破地以来头一个连招都没出，就用脸接下我一整脚的天才。你该死！快放了吴师弟！畜生！你敢！秦兄弟，切磋而已，何必下此重手？重手？哪里重手了？没看到我用的是脚吗？什么下重手？明明就是脚。圣地弟子的脸皮，看来比玄州的还金贵，踩一下就喊打喊杀的。贼子，畜生，你做什么？快住手！我杀了你！哼，聒噪！够了，秦兄弟，你太放肆了。吴师弟输了，东西任你取走，可你如此羞辱他，未免太不把圣地放在眼里，做得太过当心，不好收场。不错，放开吴师兄。不用担心切磋而已，秦某懂规矩，只要说好的赌注交出来，自然就放了他。不然你们跑了怎么办？这里是圣地，秦某总不能满地找人吧？你说是不是？林远师兄，赌注？你不是已经取了，还想怎样？赌注？你是说这堆破烂？你找死！狂妄！想以肉身应接圣兵？怎么会？一件圣兵，2件重器，还不错。该死！把圣兵还来！哼，雕虫小技，这遮天大手印林正天早对我用过，威势比这强上10倍不止。滚开！顶级重器，怎么会？好强大的肉身！顶级重器又如何？在我这具荒古圣体面前，也不过是块开了刃的破体。你们这些圣地天骄，仗着家里后法宝多，真论起肉身战力，连给我提鞋都不配。那个道爷，不，贫道只是路过的。道长不必紧张。秦兄，我劝你别自误，圣地不是你能横行的地方。圣子一出关，必定镇压你。圣子林争天，这几人还不知道林争天险些被我镇压的事。也是，那等丑事，他堂堂圣子怎会说出口？行啊，那就等你家圣子出关来找我。你会后悔的。行了，少拿你爹和圣地吓唬我。这些威胁的话，要真那么好使，你也不至于这会儿被我捆成个藏子了。住手！啧，下手可真狠。小畜生，你好狠毒！初来圣地就横行霸道，残害圣地弟子，心思这般歹毒。今日本座便替秦羽师叔好好教训教训，跟本座去戒律殿。窥天境巅峰，这是要不由分说硬拿我了。林苍，我秦族的弟子还轮不到你来管教。秦大、秦二，你们什么意思？你个不要脸的，对我们秦族弟子出手，还问我们什么意思？秦大，你二人休要包庇此子初来圣地就打伤弟子，掌夺法宝，如此行径必须惩戒，否则圣地威严何在？戒律殿威严又何在？司空老头不就踩了一下你弟子，他自己技不如人，上门找事儿。我们这是帮你教育他，免得他出去还这样不知死活，到时候丢脸的可就不止你，还有整个圣地了。
怎么，李逵还想动手？来吧，老子早看你不顺眼，今天不拼个你死我活，谁也别想走。够了，尔等身为圣地长老一方店主，为弟子间的事针锋相对，成何体统？此事到此为止，速速散去。是，我等遵圣令。是，我等遵圣令。圣人。不用担心，圣人自持高贵，不会对你动手的。多谢两位。我比你大不了多少，也就吃长个3000岁而已。哈哈哈哈，随便叫声师叔就行。那就多谢两位师叔了。不错，干得漂亮，就是心慈了些。下次有机会记得下手重些，至少让那小子在床上躺个几月才对。好家伙，这2位师叔也不是善茬，也可能是被那一脉压得太惨了。许仙道友，这么急着走，再怎么说也是老朋友了，不留下叙叙旧。那个贫道家里还有事儿，养的狗今天还没喂呢。道长怎么会在圣地？莫非是圣地弟子？道友说笑，贫道一介散人，怎会是圣地弟子？哦，那就是来圣地盗墓的了。道友莫要胡说，贫道只是圣地的客人，真不是。道长请便，秦某还有事，不留你吃饭。好，贫道不饿。以后有麻烦，直接捏碎这个。师叔3个呼吸内杀到，替你撑场子。对了，蜂王殿就快开了，你既来了圣地，想必也要去争个封号。到时候天一、秦瑶那2个孩子，你多照看着点，都是自家人。两位师叔放心，多谢两位师叔。一场风波就这么过去了，虽没薅干净林远，倒也得了一柄圣兵2件重器，外加若干法器饰品。经此一事，我的威名算是在圣地传开了。往后那些想找茬的，掂量林远的下场，多半也就歇了心思。接下来就只等蜂王殿开启了，蜂王殿成帝的机缘，我倒要看看这青天圣地的天骄母有几个能挡得住我一脚。蜂王殿要开启了，也不知圣地强者中谁能得王者封号。圣子肯定行，他修为虽不及一些师叔，但至尊战体战力逆天，得个封号不难。前些日子秦族那新来的可是打败了林远师兄，你们说他会不会也参加蜂王殿？蜂王殿是悟道强者的盛会，那人应该会去。不过想得封号怕是不可能。就是蜂王殿的门历来只有天骄中的天骄才过得了，他一个玄州出身的野修，能来已是运道。想封王？做梦！话虽如此，还能一脚踩晕司空殿主的亲传弟子，还困了林远，抢了圣兵，这份手段岂是寻常野修？我总觉得这次蜂王殿怕是要出些意料之外的事。悟道境4重，地经也有所进步。此次蜂王殿，本圣子定要大放光彩，成为封号王者。还有秦树，这一次可不再是玄州那个小小的擂台了。蜂王殿里，我要让你亲眼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圣地天骄。天一、秦瑶，快见过你们秦氏师兄。见过禽兽师兄。见过禽兽师兄。客气了。这是我秦族一脉年轻一代最强的2人，一个悟道1重，一个悟道2重，这次也去蜂王殿。师叔想你在力所能及之下照顾他们1、2。若遇上应付不来的，师叔3个呼吸内杀到。2位师叔放心。秦舍师兄，听说你之前绑了林远几人，是真的吗？没什么，就是和他们切磋了一下。切磋？我听秦大叔说，那一场都惊动圣人了。秦守师兄此次蜂王殿2大圣地的圣子圣女都会到，林争天悟道4重，叶青玉更达悟道5重，皆是顶尖天骄。师兄若也想争封号，怕是什么？怕是我要抢在他们前头，把那份成帝的机缘
先揣进自己兜里。师兄有所不知，这蜂王殿500年才开一次。天苍大陆5大域东荒西没南满北玄，各有一座为中央天域市3处太古禁地无人族生存。我们要去的便是东荒这一座天柱山凤凰殿，能来的皆是东荒千岁之内修为达悟道境的天骄。500年一开，难怪各个骁间的脑子也要往里挤。正是，得了封号便是一方王者，走到哪都受人敬重。若再得那份机缘，日后成就更不可限量。所以这一路明里暗里，怕是都不会太平。不太平才好。太平了，我这一身本事还没处使呢。成帝的机缘，叶青羽说的含糊，连他自己都不确定是真是假。可无论真假，能让2大圣地的圣子圣女倾巢而出，这蜂王殿里必有惊天的造化。我这一趟算是来对了，蜂王殿等着我便是。这份破天的造化机缘，我秦蜀1分1毫都要拿定。你再给我讲讲玄州和青云宗的趣事呗。那个大货车召唤术到底是什么呀？那大货车啊，就是一个铁皮壳子，4个轮子跑得飞快。这就是天柱山了。不错，天苍大陆最高的一座山峰，云端之上便是山巅。传说这天柱是上古一位大能为镇压地底凶物，以无上神力生生立起的。蜂王殿据说就在这山巅之上。该死，真是倒了8辈子霉。1个多月前，老道我连夜逃出青天圣地，好不容易找回这死狗，早早来这天柱山蹲守，就指望蜂王殿一开能狠狠捞一笔。怎么到哪儿都能碰上这个煞星？两位，这是要去哪儿？怎么不想见到秦某？啊，道友说笑，贫道只是站久了腿麻，活动一动而已。哥，这1人1狗到底什么来头？瞧他们怕师兄的样子，倒像是欠了师兄一屁股债似的。我也看不透，不过能让一头悟道境的异种，一个成了精的老道这般忌惮，禽兽师兄怕是深藏不露啊。这里怎么通啊？叶青羽，林正天。前次相见，林正天悟道3重，叶青羽悟道4重，才3个月，竟齐齐长了1重。看来未进称王殿，都下了血本。圣子师兄就是他那个禽兽，他不但打伤我和林远师兄，还抢了我们的圣兵，害得林远师兄差点被当劫压死。想了整整1个月才下得了床。你们放心，待师兄从蜂王殿出来，一定为你们讨回公道。抢走的圣兵，自然也会要回来。秦鹿道友，几月不见，道友风采更甚往昔了。还要多亏圣女告知蜂王殿的消息，不然秦某恐怕就错过了。道友能来这蜂王殿，也多了几分看头，只是里头凶险，道友多加小心。圣女这是在关心秦某？道友言重了，小女子只是不愿见东荒难得一见的天才白白折在这蜂王殿里罢了。那小子什么人？圣女竟主动上前攀谈，聊得还挺愉快。哼，不就长得帅了点儿？等下攀登天柱山，有他好看的。不止呢，听说他还得罪了青天圣地的圣子。这蜂王殿一路凶险，明枪易躲，暗箭可就难防了。到时候他就算死在里头，也只当是义不如人，怨不得旁人。一群跳梁小丑，也好都记下了。进了蜂王殿，谁想动手我便让谁，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一并吐出来。秦辣师兄，你和太初圣地的圣女相熟？见过一面，不熟。嘿，小子，这女娃娃不错啊，长得漂亮，又是圣女，你赚了。要不去太初圣地做上门女婿算了？到时候什么资源没有，
嘿嘿，死狗说的对，富贵险中求，贫道看好你。蜂王殿开启了，本座这次定要得个属于自己的封号。各位，先走一步啊！我们也走。也不知是何人建造的蜂王殿，好大的手笔！这淬体之力虽只一丝，可积少成多，登到山巅，怕也是一桩不小的造化。哥，这才登了几阶，我就快撑不住了。可秦轩师兄还有那一人一狗，怎么像没事人一样？我也不知，总之紧跟着师兄准没错。窥天境3重的攻击，原来这蜂王殿的第一关不只是压力，还藏着杀招。压力淬其体，杀招噬其命，过不了的便永远留在这天梯之上。好一座吃人的登天梯！这一人一狗命倒是硬得很，也是圣兵在手，谁怕谁。只可惜那2件佛宝早晚也是我的，养肥了再宰，不急在这一时。该死！不是说只有压力吗？怎么还有攻击？这是怎么回事？师叔说过蜂王的注意事项，可没说这金光大道会攻击人啊！你们离我远点，别太靠近。是，秦度师兄。窥天境的攻击，哪怕只是余波，都能要了他俩的命。都说蜂王殿是悟道强者的机缘，谁能想到，这机缘竟也是一场劫难。能踏上这条天梯的，哪个不是各方势力千挑万选的天骄？可眨眼之间就死了一批，这蜂王殿果然名不虚传。师兄他到底是什么修为？能在这窥天杀阵中如履平地，师兄的修为恐怕早已不是悟道境所能框住的了。难怪连林远那样的人物都栽在他手里。幸好师叔让我们跟着师兄，不然今日怕是真要交代在这天梯之上了。该死，好多妖兽！诸位道友，全力轰杀这些畜生，不然谁都别想上到峰顶！按规律，该有一头大妖压阵才对，怎么还没现身？火凤，天柱山怎么会凝住火凤？这是要杀光我们所有人吗？那小子死定了，跟他身后那几个也要葬身此地。报应，活该。我们走。师兄，这火凤气息太恐怖，我们别怕，有我在，他伤不了你一根汗毛。都躲我身后来。哼，那些人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也罢，正好省得碍手碍脚。这火凤既然认准了我，那就别怪我把你练成一位大魔。他没事。好恐怖的气息，连我都感到心悸。还有那异象，不可能，他怎么没死？那滔天火海，我隔这么远都觉焚身，他竟毫发无损，连衣服都没乱。气息浑厚，强是强，可对我还不算什么。
境界的门槛竟差点被这股精纯能量冲破，看来斩杀大妖还有能量反哺。这蜂王殿处处是杀机，压力淬我肉身，妖兽为我精气。别人视之之节，与我何尝不是一场泼天的造化？就是不知这山巅的蜂王殿里还藏着多少好东西。这机缘我是要定了。至于那些等着看我笑话的，回头一个个慢慢算账。这位道友是哪个古族培养的妖孽？那火凤实力恐怖，竟被一击而灭。如此实力，虽借了法器，也绝不出各大圣地的圣子。哼，不过借法器之力罢了。若圣子出手，也能做到。这是峰顶，蜂王殿，我们上来了。明明还有大段距离没到，怎么一下就传送到了峰顶？本王直觉这里头一定有大宝贝，说不定真有成帝的机缘。老骗子，你给本王算算，本王能不能得着？死狗，别乱来，被人镇杀了，别怪道爷没提醒你。这死狗悟道一重就敢惦记殿里的宝贝，动那2尊雕像的心思，怕是嫌自己命长。不过这份贼胆，倒和当初在紫妍卷了宝库就跑的他一模一样。真是狗改不了头。恭喜诸位通过第1关考验，欢迎来到蜂王殿。老朽是蜂王殿的殿灵，负责诸位的蜂王试炼。殿灵、气灵，能化形能离体，便是大圣兵都做不到。这蜂王殿本身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啊！能化形、能自由离体的气灵，这蜂王殿若能弄到手，怕是比那座青铜大圣爆炸还要值钱100倍。行，眼下这念头也只能想想罢了。诸位能走到这里，想必都为殿中机缘而来。不过老朽先声明，可能有性命之危。诸位若决意了，便请进吧。秦胜，这一次，本圣儿不会再输给你。进与不进，你们自行决断。师兄，我们进去。独立空间，一人一场。看来这最后的蜂王试炼是要各凭本事，谁也帮不了谁。也好，单打独斗，无人掣肘，杀多杀少全凭本事，正合我意。试炼开始，击杀你的对手，或者放弃。放弃后可传送出这片空间。悟到境9重的战斗幻影。斩杀这些幻影，竟还有能量反哺，与斩火凤如出一辙。精气不多，却极精纯，若能积累，倒是一桩不错的收获。窥天境1重，我大概明白这空间的规则了。妙啊，这试炼一波比一波强，可杀一个就喂我一口精纯精气。别人闯这里是提着脑袋过鬼门关，我闯这里简直是走进了自家的灵田，边薅边长。这般好事上哪儿找去？我放弃。不能借法器，斩杀60几个窥天境，连我都有些吃力。也就打劫大黑老道时还攒了些丹药存货，不然就得找筒子高价买了。这是什么鬼试炼？太他妈变态了！幻影一波翻一波，境界一层高一层。天王老子来了，都得挨2个大逼爆！你能活着出来已是万幸，我也就闯到第6轮，实在撑不住才果断放弃的。也不知那2大圣地的圣子圣女，还有那个杀火凤的小子，能闯到第几轮？恭喜通过蜂王试炼，你有2个选择：一，现在离开，可获自身的王者封号，还有一份机缘； 2，通过最后一次测炼，有机会获得准帝以上的传承。
准地以上的传承。原来蜂王殿里真有成帝的机缘。试炼者，你有时效决定，时息过后将被传送离开。成帝的机缘，准地以上的传承，这等造化，别说100个窥天巅峰，就是刀山火海，我也得闯他一闯。富贵险中求，我秦诺从来不做那半途而废的怂包，我接受挑战，继续。诸相归一，三化界道，这便是我这具荒古圣体真正的底蕴吗？百名窥天巅峰联手一击，果真恐怖。补天天术，大劫大黑得来的大圣传承，这回可算派上了用场。试炼者战胜自身，你便获得传承的资格。战胜我自己？你不可能战胜我。你所拥有的荒古圣体、补天术、遮天手印乃至其他一切神通，我同样拥有，因为我就是你。哦，我有的你都有。筒子，爹，宿主别想这些无聊的事，你觉得可能吗？也是，这蜂王殿要是连我的筒子都能复制出来，那才真是见了鬼。哼，笑什么？没什么，只是想到一件很开心的事，你什么都有，独独少了我这个外挂。就冲这一点，你就赢不了我。你输了。我有整个空间做支撑，精气无穷无尽，而你再耗下去，怕是连眼下的战力都保不住了。你和其他人一样，不过是个失败者，不如就让我代替你去外面的世界吧。取代我？算盘打得真险！杀了你，我就能成为真正的秦树。该结束了，既然注定陨落，你再挣扎也无用。这小子总觉得他在憋什么大招，尤其那嘴角的笑，越看越叫人心里没底。大地经文果然恐怖，不愧是无上存在留下的东西。可比起他们二人，老朽更看重这个年轻人。确实，该结束了。剑法三花界道，以自身精气神为引，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身的修为。这是什么秘法？我明明拥有你的一切，却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这是我借你魏招，又融了斩杀100名窥天巅峰的感悟，在大战中当场推演出来的。你复制得了我的过去，可复制不了我此刻的顿悟。我不可能输！没什么不可能的，你只是一个冒牌货。我不甘心，我也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看外面的世界，那就好好托生来世再说。这一世的前世只能有一个，说到底，它也是我的一部分。可这世上终究容不下2个我。总算搞死了。这三花界道虽强，能借3世修为，可消耗也惊人，几个呼吸就把我精气神吸得一干二净。这是把伤敌1000自损800的双刃剑，此法还不成熟，往后还是能不用就不用为妙。试炼者，恭喜你战胜了自身。试炼结束，你有接受传承的资格。传承？好可怕的气
其实分明只是一尊石像，这威压竟让我这具荒古圣体都隐隐升起一丝臣服之意。这石像的主人生前该是何等无上的存在！这是一尊大帝留下的石像，内有他的传承。苍穹大帝100万年前的一尊大帝，二次正道，君临天苍10万年，晚年更以一己之力大传未降的仙门，踏入上界。最重要的是，他也是荒古圣体，和你一样的体质。荒古圣体，二次正道大传仙门，光是听着，我这血液都在沸腾。原来我这具身子能走到那样的高度。古史100万年，只出过2尊大成圣体，一个便是眼前这位苍穹大帝，荒古圣体二次正道，晚年打穿仙门，踏足上界。这就是我这条路的尽头，是我该去追的那盏明灯。总有一日，我秦度也要二次正道，打穿那仙门，去上界，亲眼看一看究竟是何等风光。去吧，传承就在眼前，能不能得到，看你自己了。你来了。你是苍穹大帝？本帝古苍穹。他一句你来了，都像是早就在此等我。莫非与我这具荒古圣体之间还藏着什么我不知道的渊源？天地经，这是最适合荒古圣体的经文。我仗着圣体有强大战力，却一直没修相应地经，圣体威能远未开发。这一篇直接给我省了数亿极品灵石，我一个鞠躬怎么有这么大威力？我们还会再见的，离开前再送你一份小礼物，是2尊一重天关的准帝傀儡。准帝几乎站在天苍淡路最顶端的存在，有这2尊傀儡，我差不多可以横行天苍了。以后打劫，呸！以后赚灵石也能更快了。只可惜了，这可是大帝留下的石像，要是能整个搬走卖了，又是好大一笔灵石。唉，罢了，有这2尊准帝傀儡，一片天地经，这一趟也够本了。准帝境界的傀儡，还能自行吸收天地灵力储存，不必我耗灵石驱动，除了没自主意识，与活人无异。这一路从玄州杀到圣地，抄了紫炎黑煞2宗，劫了大圣道场，又薅了满圣地的天骄，才攒下这份家当。如今也该是他们发光发烈的时候了。这世上修为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童子，算下这些值多少灵石听，6件圣兵60万，2具圣石青铜殿，18件重器50万，共110万极品灵石，加宿主原有金40万，是否兑换？卖给古族大教虽更值钱，可太费时间。如今有了准帝护卫，赚灵石易如反掌。全对了，给我提升修为。丁，充值147万极品灵石，消耗145万，修为提升至圣人境4重。圣人境4重，圣人境一步登天。从玄州那个灵气3重混吃等死的废物，到如今的圣人4重，我也不过用了区区数语。这也是拜童子所赐，有灵石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这怎么可能？你什么时候达到圣人境了？大帝传承的副作用而已。苍穹大帝那样的存在留下的东西，岂是我能理解的？恭喜大人获得传承，突破圣境。老朽斗胆，请求大人离开时将这蜂王殿一并带走。带走蜂王殿？蜂王殿本就是为苍穹大帝寻觅传人而存在，如今传承已被大人所得，此地也不必再存在了。失了大帝石像与准帝门卫的威慑，天苍强者必蜂拥而来。老朽与其落入他人之手，不如追随大人，困守方寸之地近100万年，我早已快要疯了。如今大帝传人终于出现，于我既是解脱，也是新生。也罢，你既有此心，本座便勉为其难，收下你，还有这蜂王殿。多谢大人，大人放心，老朽此后定当尽心竭力，侍奉大人左右，绝无二心。瞌睡来了送枕头，我在外面就惦记着蜂王殿，没想到他自己求着我收下。
一座能化形气灵的蜂王殿，外下一个免费的老管家。我从进门薅到出门，连电带灵一并打包带走。这一趟蜂王殿走下来，赚得盆满钵满，才叫真正的血赚不亏。哼，秦天一，我劝你们别多管闲事。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圣子有话问你，你还不能走？你做了什么？滚！师兄他，方才那一瞬，我竟觉得有一股无上的威严自他身上一闪而逝。秦胜，你太放肆了！吴师弟是圣地重要弟子，你如此伤他，同门相残，就不怕回圣地后戒律殿拿你问罪？只是小小惩戒，你现在下去找他，应该还救得回。至于戒律殿，让他们来吧。秦胜，打伤吴师弟之事，回圣地自有戒律殿清算。现在本圣子要你回答，你有没有得到传承？先前的动静是不是你干的？那2尊雕像现在何处？传承？你算什么东西？我有没有得到传承，要跟你讲。狗屁圣子，记吃不记打。当日在玄州被我一剑斩飞千里，如今换了个地方，又颠颠的跑来拦我要传承，这脸皮倒是比城墙还厚上3分。你敢？啊！秦氏，你竟敢打圣子！师兄小心！混账！本圣子要你死！林争天先出的手，又是圣兵又是异象，结果一招就被干趴，这怎么也得是悟道巅峰的修为吧？圣人，你是圣人？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圣人？你看，他们都不信你。唉，心态真差。秦叔，此仇本圣子与你不死不休。不死不休，行啊。不过在那之前，你还是先想想怎么跟你身后这几位同门一起挤进我的蜂王殿里去吧。那里头管吃管住，就是伙食差了点，你且将就着过。碍事的都清理干净了，接下来该把这座蜂王殿连人带殿一并打包笑纳了。青天圣地欠我的这几笔账，正好连本带息一并收了。他该不会是想搬走这座大殿吧？我尼玛，还真是！我们来试炼，只为得个封号机缘。这位爷倒好，连吃带拿，把大殿都打包带走了。师兄，你这太厉害了！得了传承，还把蜂王殿都打包了，简直我辈楷模啊！一座能化形气灵、内藏无数造化的蜂王殿，就这么落了袋。这一趟天柱山，我从头薅到尾，连殿带人一锅端，这买卖做得漂亮。走吧，该拿的都拿了。圣女，就这样让他们走？你能留下他，还是说你觉得我可以？我没实力留他，不代表别人也不能。想带着大地传承离开，可没那么简单。师兄，我们不回圣地吗？得了传承和蜂王殿，此时回圣地才最安全，不然太初和那些大教的强者很快会找上门。不急，有些人等得太久了，怎么也得见上一见。等人？等谁？我一出蜂王殿，就察觉有一道圣人气息远远坠着。这大地传承是块人人眼馋的肥肉，青天圣地的护道者，岂会不懂些？
我这般大摇大摆、慢慢悠悠，就是在钓他这条大鱼上钩。年轻人，你倒是聪明。韩立师叔，林征天的护道圣人，果然为了这大地锤床坐不住了。年轻人，你很好。天主山那份机缘，无数天骄望而不及，你竟真得到了。现在将传承交于老夫吧，放在你身上，恐引来窥视。大地传承对圣地很重要，回圣地后，老夫禀明圣主，重重封赏你。有此功劳，让你当圣子也不是不可能。传承是我得的，好像和青天圣地没关系吧？凭什么要交给你？哼，极道传承事关圣地未来，不是你一个小辈能掌握的。别逼老夫亲自动手取！啊！大地传承果然神奇，不过可惜，在圣人面前，你终究是蝼蚁。区圣人境2重而已，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不可能！圣人境，你竟然是圣人境！你什么时候成的圣？绝无可能！明明不久前他还只是个悟道巅峰，距圣人有天渊之别，难道那大地传承竟恐怖到能让一个悟道巅峰立地成圣，一步登天？圣人而已。圣人境，师兄居然是圣人境！圣人境，之前的师兄虽强，好歹还和我在同一个大境界，可如今他竟摇身一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圣人，一掌拍碎护道者的本命圣兵。这巨大的落差，我一时都有些回不过神来。可转念一想，能有这样一位师兄，是我秦族之幸，更是天大的福气。等了这么久，你终于肯出来了。叶雄，太初圣地太上长老，叶青羽的护道者，圣人境5重。哦，又一条大鱼上钩了。你认得本座？本座不废话，想请道友到太初圣地小住几天。先是青天的护道者，如今又来了太初的太上长老，这大地传承果然是块能招来豺狼虎豹的肥肉。也好，你们一个个自投罗网，倒省得我日后一家家上门去收账了。请，好一个请！若我不去呢？这可由不得你。由不得我？你要不要先看看自己身后有什么？哼，你不必耍这些小把戏。本座身后能有什么？什么人？滚开！我都说了，你身后有东西，现在信了吧？现在还想请我去太初圣地吗？道友，方才是误会，一场误会。本座绝无冒犯之意。误会？方才那座压顶的山峰也是误会。行了，少废话。你想怎样？想怎样啊？不如你跟我去青天圣地住几天吧。一尊圣人5重，关进封王殿，日后也是一头能干活的好牲口。太初圣地想要人，可以拿灵石来换，这买卖稳赚不亏。至于那座压顶的山峰，也是件不错的圣物，正好笑纳
师兄，那位前辈是一位不喜欢说话的长辈。两位师弟稍等，待我处理些私事，便回圣地。秦亚道友，你做什么？怎么，叶圣女，难道不是来请我去太初圣地的？道友误会了，我与道友交好，怎会做这等事？是吗？他与叶雄一同前来，我早已察觉。只是叶雄出手时，他并未现身，而是藏在钟里静观。或许他之前真有几分交好之意，可面对大地传承的诱惑，所谓的交好，随时都能抛下。这一点怨不得我心狠。秦氏，你……师兄，这把太元圣女也绑了。太初圣地会不会发疯啊？不好吗？对方先动的手，我只是正当防卫罢了。正当防卫？师兄这正当防卫未免也太生猛了些。绑了青天的圣子护道者，如今又绑了太初的圣女太上长老，这一趟凤凰殿回去，怕是要把两大圣地一并得罪个爆。可师兄这般威风八面，连圣人都说绑就绑，看着怎么就这么解气，这么带劲呢？劳烦暗中窥伺的诸位，替我转告太初圣地，他们的圣女和护道者袭击本座，已被本座尽数镇压，叫他们带上足够的灵石来青天圣地赎人，雁过拔毛，兽走留皮，袭我者绑了的拿灵石来赎，谁的账都得算，谁的皮都得留。这就是我尼古拉斯·汉斐琴。什么？你们绑了林争天还有韩立圣人？两位师叔不必惊讶，那韩立想抢我传承，我迫不得已才出的手。小师侄，你如今什么修为？还有，你说的传承是蜂王殿里的传承？这些事我不打算瞒，反正外头很快就传开了。圣人境，你真达到圣人境了！蜂王殿的机缘，竟将一个悟道巅峰硬生生推到了圣人境。太初圣地那两个，你真要让他们拿灵石来赎？不错，圣人境往上，每重小境界都要数10万极品灵石，正好敲太初一笔，他们内世界的宝物也得全给我搜出来。好，太初理亏在先，赶来闹事，我们秦族也不是好惹的。正好禁地那边传来消息，我秦族一位老祖勘破了死劫，将要出关了。那位老祖是我秦族仅存的2元老祖之一，大圣境巅峰的存在。他一出关，再加上小师侄你这尊圣人，这些年被圣主一派压得抬不起头的日子，总算要到头了。圣主一派，看来我这一脚，踩进的不只是2大圣地的仇，还有这青天圣地内部的浑水。也好，来得正好，积压的账一起算。唉，被迫又发了一笔小财。粗略一算，这些加起来将近200万极品灵石，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啊！这一趟蜂王殿从头薅到尾，我是彻底赚翻了。这几件是从那太初圣女的内世界里一并清出来的，留着怪烫手的。回头随人一起还给他便是，省得外头那些嚼舌根的真当我乘人之危。本悍匪劫财可从不劫色，还是个讲究人。太初会拿灵石赎回圣女吗？我看悬。真那么做，圣地颜面何存？这次2大圣地怕是要打起来了。据说那太初圣女生得极美，那秦奴不会乘人之危吧？别等太初去赎，孩子都生出来了。应该不至于吧？那可是堂堂太初圣女。难说，难说。那禽兽连圣子都敢绑，连圣殿都敢搬，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他不敢的？
青天圣地欺人太甚，帮我圣女与护道者，还要我们拿灵石去赎，简直是土匪行径！必须将那禽兽抓回问罪。圣主，明面上万不能妥协，否则圣地颜面尽失。可放出消息，蜂王殿乃天苍大陆的公器，岂容一人独占？我太初当请出老祖前往青天，为大陆讨还蜂王殿，届时再借机将圣女与叶雄长老一并捞回。好，此计甚合本座意。10日后，本座请出老祖，亲赴青天。这8件圣兵加上我原有的，凑一凑都能开个圣兵铺子了。等太出来熟人，再狠狠敲上一笔。我这修为往上冲一冲圣人巅峰，也不是什么难事。到那时，别说太圈青天，就是放眼这天苍大陆，也没几个能拦得住我了。秦武小辈，你敢囚禁圣子和圣地长老，给本座滚出来！让那小辈出来见本座，只要他交出圣子和大地传承，本座看在2位老祖面上，可既往不咎。否则，囚禁圣子与圣人长老之罪，足以将他打入罪渊，受无尽炼魂之苦。罪渊，那是圣地专门惩戒犯错强者之地。幽冥之焰昼夜灼烧神魂，便是圣人，也熬不过300-500年。2000年前，我秦族就有一位窥天，被打入罪渊，活活炼死。陆道这事要往死里逼小世侄啊！偏生老祖还未出关，唉，难办了。小辈，既然出来了，那就把圣子和蜂王殿的传承交出来吧。哼，传承没有，不过嘛，神倒是可以还给你。秦树，本座要让你死！秦树，你还不快将圣子和韩师叔他们放了！韩师弟，你没事吧？现在将蜂王殿交出来，本座可免你之罪。哼，为了个传承，你们真是脸都不要了。若不知这是青天圣地，我还以为自己闯进了土匪窝。荒古圣体虽是人族第一战体，可修治大成需海量资源，便是圣地也难支撑。那些传承于你不过锦上添花，不如交出，让圣子感悟。将来圣子正道成堤，必助你将圣体推至大成。届时你2人共掌天苍，君临10万年，岂不更好？我看起来很像个傻子，就这种货色，我1根手指就能碾死。你却要我把传承交给他感悟，还替他护道，助他正道成堤。这话，但凡是个脑子正常的人都说不出口。你这脑子是练坏了吧？秦舍，你敢羞辱本圣子！在本座面前也想伤人？本座不是与你商量，大地传承与蜂王殿必须交出。强，那就试试。正好我还缺些灵石。
小贝，凭你圣人4重，根本不是本座的对手，乖乖交出传承，随本座回去请罪，否则待本座将你擒下，免不了要吃些苦头。圣人境4重，这陆道只当我是被大地传承硬催上来的雏儿，仗着高我2重便有恃无恐。也好，那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钱能通神。丁，消耗140万极品灵石，修为提升至圣人境7重。啊！谁跟你说我是圣人4重了？怎么可能？圣人境7重？你怎么可能是圣人境7重？我苦修7000年，也不过圣人6重。圣人7重而已，只要我想，还能更高。这种感觉可真爽，身心舒畅。一个被传承催生的圣人罢了，就算比我高一个小境界，我一样能镇压他。夺了他的传承，这破天的机缘才该是我的。圣兵值钱，狂妄！想凭一具肉身硬接本座的天火境？放肆！你想夺本座圣兵？多谢陆道友送来的宝贝，秦某就不客气收下了。这天火境是我祭炼了数千年，种下神魂深深烙印的本命圣兵，他竟能当着我的面将他凭空锯走，连所有联系都斩断得一干二净，这究竟是什么妖符啊？偷天换日就是好用，你祭炼数千年的宝贝到了我手里，改个户主不过顺。这一件圣兵我笑纳了。为感谢道友送的圣兵，秦某想请道友到蜂王殿小住几天。你敢？我可是圣主一派的太上长老，你若敢囚禁本座，圣主绝不会放过你。圣主，正好我也想会会他。你先进去替我探探路。你想镇压本座？怎么会？这是陆道师叔镇压那小子了。好，太好了！只盼陆道师叔祖镇压他后，能将那份传承赐予我。禽兽失职，不会有事吧？陆道那老怪圣人6重苦修7000年，小师虽强，可根基到底尚浅，老祖又还没出关。好家伙，堂堂圣主一派的太上长老，这内世界可比林征天那些小辈肥出10倍不止。圣兵重器极品灵石，一件都别想给我留下。够了！大圣境，好强的剑意，隔着遥远的圣地都能一剑斩来，这至少是一尊大杀圣。看来圣地里真正的大人物终于坐不住了。圣人境7重，荒古圣体，秦乙师弟的后人倒是不错。你是谁？本座乃青天圣地之主。青天圣主，3000年前和我那老祖争圣主之位，并且胜出的就是他。3000年已成一尊大圣。更可恨的是，他当上圣主后，趁我秦族2位老祖做死关，暗中放纵乃至主使那一脉，打压我秦族，害得诸多师叔师伯不免枉送。这笔血账，从我踏进圣地那天起，就该好好算算了。本座不知你在蜂王殿得了什么奇遇，但只凭大地传承，绝不可能将一个悟道境推到圣人7重，根基还这般凝实。荒古圣体，你还未小成吧？若你将传承交出，与圣地共享，本座承诺给你足够资源，助你圣体小成，甚至培养你修成大成圣体，另类成道。这条件确实诱人，换别的势力我或许就答应了。可青天圣地，我与陆道在圣地闹出那么大动静，埋地下的都该感应到了，偏没一人出来阻止。如今令陆道被擒，圣主才跑出来，说不是他默许的，我都不信。不是不愿意，只是信不过你。
小辈，你什么意思？想要传承也行，别说什么培养我，直接点，1亿极品灵石，我给你们1尊准帝的传承。1亿极品换1尊准帝传承，我觉得很合理。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概不赊账。爱要不要？不要，我还嫌麻烦呢。1亿极品灵石，你穷疯了！1亿极品换个准帝传承，很划算吧？准帝传承对我作用不大，可1亿极品却能让我修为飙升，一举冲破大阵，成为9重天关的无上存在。这买卖稳赚不亏。将传承与圣地共享，圣地为你提供天材地宝，助你体质大成，岂不更好？有些宝物不是有灵石就能得到的。说的冠冕堂皇，不就是既想要传承又舍不得灵石吗？想白嫖我的传承，做梦！这大地传承，这蜂王殿，是我一刀一枪9死1生换来的。想要，可以拿真金白银的极品灵石来换。空口白话画大，糊弄鬼呢！小辈，别得寸进尺。圣主想镇压你，不过举手之间。哼，给你机会，莫要不识抬举。怎么，软的不行，准备来硬的了？陆道崽子，你说谁不识抬举？好家伙，420码！我那42码的大臂兜，跟这位老祖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才叫真正的一脚踩死。秦羽老祖，自我回圣地那日，老祖便不告而别，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如今再见，他竟已借某种秘法重塑了肉身，进回圣人之境。这3000年的苦守与谋划，终究等到了今日。秦煞，秦族老祖之一，大圣巅峰，29500岁。好家伙，大圣巅峰！我秦族竟还藏着这么一尊定海神针。有他老人家撑腰，这青天圣地怕是要彻底变天了。好一个为圣地着想！老子问你，打压秦族、残害秦族弟子，也是为了圣地？几位圣人师叔陨落，只是意外，绝非本座刻意针对。本座身为圣地之主，岂会自损圣地实力？是吗？空口白话，谁不会说？凌晨老祖，秦疯子，你真疯了，竟对圣主出手，想造反挑起圣地内乱。林老鬼，是你们欺人太甚，今天不给个满意的说法，老子掀了那狗屁圣地！说真的，我对青天圣地的秦族并无太深感情。来这儿，本也只为资源灵石，可看着秦煞老祖出关为我撑这个场子，那老头分明已没多少寿元了，并非秦大所说看破了死关。此番出关，怕是抱着生死斗消的心，来为我拼这一场。我这人向来无利不起早，谁对我好，谁对我坏，算得清清楚楚。可这老头与我素未谋面，只因我姓秦是秦族的血脉，便肯拿着最后一点寿元替我去拼一尊林家的老怪物，这份情我不能不还。小子，那老鬼被我揍了一顿，愿赔价值3000万极品灵石的资源给我秦族，我便让他离去了。那些资源回圣殿后你去取。林家毕竟是青帝的后人，长着青帝留下的几道帝兵，真要彻底闹翻，就算唤醒我大兄，也敌不过那尊帝兵。日后的路，还得你自己走。弟子明白。宙儿，是老祖当年争位落败，连累了整个秦族，才有你今日这般处境。这份秦族的基业，你若能撑起来，老祖也就死而无憾了。老祖，你没事吧？哎，老了，不过还能熬几天。小子，你放心，在老祖闭眼之前，一定护你周全。弟子林苍求见秦煞老祖。圣主，请老祖前往圣地宝库。
不愧是圣地，资源果然数不胜数。这些都是低级货色，对你没用。走，老祖带你进内库。秦疯子，内库就不必去了吧？这外库的资源足够3000万极品灵石。老鬼，你想用这些破烂就打发老子？老祖，就这里吧，这些东西我也需要。这林晨用一堆低级货打发我，当我看不出。既然你先耍小心思，那就别怪我连本带利一锅端了。来都来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小辈，你做什么？不是你让我在这里挑选资源宝物的吗？本座只答应给你们3000万极品银石的资源，可没让你搬空整座宝库。林老鬼，谁知道这外库的东西值不值3000万？放心，回去清点，若真物超所值，自会将多的送回来。即便给你们资源又如何？秦煞、秦斩、寿元将近，最多1000年便要坐下。到那时，什么大地传承、蜂王殿，统统都会归我林族。童子，算算刚收的资源值多少极品灵石？丁，下品灵石130亿，极品灵石1930万，丹药5万瓶，王者神兵500柄，大能重护梁，总价值3980万极品灵石，将近4000万，加上从陆道那儿借到的，足有4000万了。生命神树、天地灵根，一株幼苗10亿极品，还是幼苗？我这刚发的4000万，连一株树的幼苗都买不起。只够买几片叶子罢了，退而求其次。童子，交易所有资源，兑换大圣境7重修为，剩下的全给我换成生命之水。丁，交易资源得4120万极品，兑大圣境7重耗2970万，兑生命之水11瓶耗1100万，首次交易超1000万，额外赠生命之水1瓶。4000万极品灵石。眨眼就花的只剩50万，可这钱花的值。一个大圣7重圣体小成，外加12瓶能续命的生命之水，修为是根本，命是本钱，剩下的都能再赚。人无横财不富，我这横财来的可比谁都快。大圣境7重圣体小成，大圣境一方巨墨3万年寿元，一念可裂星河。从玄州那个灵气3重混吃等死的废物，到如今的大圣7重圣体小成，满打满算也不过大半年。这一路我靠的不是什么天纵之才，而是充钱。只要有灵石，我便能一直变强，永无止境。这才是我这条路最大的底气。这生命之水能生死人肉白骨，秦沙老祖油尽灯枯，正需要他续命。他为我拼了半条命，我送他11瓶也算礼尚往来。至于那株10亿的生命神树，等我灵石够了，早晚就要弄到手。有了它，往后我这一脉再不必为寿元发愁。太初那帮人脸皮倒比我想的还厚，绑了他们的圣女和护道者，竟能拖着不来赎。也罢，人在我手里，蜂王殿里管吃管住，我不急。急的该是他们才对，都11天了，太初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让他们带灵石来赎人，这该不会要砸手里了吧？是那生命之水起了作用，这份人情我记下了。小子，有麻烦来了。大地传承太耀眼，如今连东荒之外的强者都引来了。两位老祖不必担忧，若真为大地传承而来，有人会比我们更紧张。林晨那老鬼早把大地传承和蜂王殿当成了他青天圣地的囊中之物，如今3域大圣上门来抢，他这个主人可比我这个客人急得多。让他们狗咬狗，我坐山观火咒便是。他们来了。好啊，
渡厄、鲲鹏、剑九，一个个都来了。当年被老子揍得满地找脚的小辈，如今也敢上门了。正好，老子这把老骨头临了临了，再陪你们好好热闹一场。三尊大圣，冲着我这大地传承来的，想要也得看你们付不付得起我的价。将我妖族传承和弟子交出，本座即刻离去，否则莫怪本座镇压你们。准地兵，看来这鲲鹏是有备而来。三尊大圣里，倒有2尊揣着准地兵。青天圣地的家底都被这几个老不死的看穿了。罪过，施主交出蜂王殿与传承，随老衲回西漠清修，可去你身上那股不祥之气。小子，等下老祖拦住他们，你先走，别回青天圣地，找地方藏起来。待大祖出关，会去找你。老祖不必担忧，准地兵而已，我们也有。哼，小子，你这破烂儿也配和准地兵相论？既急着找死，本座成全你。这破烂居然真是准地兵！老和尚，这小子邪门，联手先镇压他，传承妖族佛门共享。胡子，不可能！我大圣8重巅峰，怎会败在一个大圣7重手里？阿弥陀佛，施主，手下留人。准帝，西漠为了传承，来了一尊准帝，他死定了。不错，施主，莫造杀戮。渡厄只想为后人留一份机缘，此乃功德，将其交由本座带回灵山思过，如何？上来就动手，还要拿我的机缘成就你的功德，放过他也行，就看你灵山愿意拿出多少灵石。杀他！上去，2个一起。2尊准地傀儡，不祥之丹，这哪是什么大圣7重？这分明是一头披着人皮的凶兽。留得青山在，先走。1亿极品灵石换1尊准地传承，道友成交吗？1亿，对别人是真的，可你太初圣地想换，怕是不够。圣主，当着您的面，还不快镇压这小辈？您还怕一个圣人境？很简单，准地传承1亿，2个人2000万。你给灵石，我放人。就这么卖了？准地传承啊！老祖若是想要，我给你留着。不，只是可惜。准地兵，真好，捡到一件准地兵。老大出关了！大圣境7重，你就是老二说的那个秦秀？那个便宜老爹起的破名，害我被人这般看。混账！
本座的战兵呢？交出我的战兵，还有你身上的大地传承以及那尊傀儡，交由圣地保管，圣地便庇护你，免遭灵山清算。交出一切换你们庇护？不好意思，不需要。这灵族一脉，从韩立、陆道到凌晨，再到你，还真是专一，全盯着我身上的传承。这可由不得你。玄黄鼎，青帝留下的地兵。大祖，还等什么？上去弄他呀！该死！哈哈哈哈！林宰种，你想不到吧？地兵，我们也有。地兵神星复苏了，相当于半个大地，秦族拿什么抵挡？小子，我们跑吧，我换不出这刀的神息。地兵神息而已，又不是真正的大地，老祖不必惊慌。地兵之灵沉睡数十万年，就让本帝看看你是什么东西。接下来就轮到整座青天圣地了。今日灵族陨落，举报与灵族亲近者，赏灵石丹药，攻伐神兵，皆可。20亿灵石的家底，青天圣地这3000年攒下的老本，今日我笑纳了。系统清点内世界所有物品，换算极品灵石。丁，完好准地兵4件，残缺1件；大圣兵16件，圣兵38；丹药、灵草、矿石，极品灵石10亿，上品灵石300亿，总计20亿7600万极品灵石。20亿7000万，这相当于20尊传承了。丁，交易量大，系统给宿主凑个整21亿，是否交易？交易，全部兑换成修为。丁，消耗19亿6700万，兑换神化境5成大地修为，剩余1亿3300万。神化境5强大地，圣体大成。大胆！谁在窥探我等？放肆！姓陈的，你不在北玄域待着，来我青天圣地做什么？也是为传承？本地确是为传承而来，只不过不是抢，是买。一尊准地传承1亿极品灵石。小友年纪轻轻便修成大圣，天赋冠绝天苍。可惜，若早生晚年，说不定有资格进那个地方。哪个地方？天苍之上有一浩大世界，唤作仙界。古时修至神化，成就大地者，可借一扇仙门踏入仙界，追寻长生。后来仙门关闭，纵有人成帝，也只能困死此地。直到100万年前，一尊大成圣体横空出世，2次正道。晚年以一己之力，生生打穿仙门，踏入上界。临行留下一句话：100万年后，仙门再临。大成圣体，苍穹大帝，蜂王电灵说过的那位。等他真正降临，天苍大陆那些假死的、半死不活的老怪，都会跳出来争抢长生机缘。小子，你修为还是太低，再给你挖28,000年，说不定能有一争之力。真是没见过恐龙撒尿，等下爆出修为，吓死你们！灵山3祖，阿弥陀佛3尸身，我们难以抗衡，先回圣地一大阵。无妨，区区3尊准地，有朋自远方来，既来之，则葬之。秦族犯下杀孽，无故残杀地族，亵渎我佛。2位，请随我等回灵山，佛前受过万年，洗去罪孽，请斩。
你屠我林族，今日让你亲眼看着秦族被屠，小畜生，就是你的邪物吞了帝兵本源，给本作死！还是我送你下去吧。见鬼了！大帝，他是大帝！我刚才在境还说他修为太低，晚生万年。阿弥陀佛。三位先前说了什么？本帝忘了，能再说一遍吗？100万年过去，你竟瞒过禁区正道，不可思议。这3人乃我灵山弟子，无知犯错，可否让本帝带走思过？带走，你们还是留下吧。哼，大事来临，待我本体苏醒，会找你清算。尔等冒犯本帝，本该身死道消。念在修行不易，求于本地宗门，每年献1滴准地精血，万年之后放尔等自由。大帝，老祖，你们这是？父亲，你和几位老侄先到一旁，我要开始建圣地。是大帝。不是，你来真的？你真的是大帝呀！本帝自今日起立下青云圣地，尔等皆为弟子。当世大帝，好一个青云圣地，正好待仙门降临，让你为本帝提供一些精气。